好，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个对你们用情至深的这个人呢，我来看一下，盘点一下这个人的个人讯息，以及你们可能呢会在什么样子的场景、什么样子的场合、什么样子的时间点相遇哦。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帮大家抽出验证牌，我们来看一下属于第一组朋友们的验证牌的部分哦。好，喘口气，下弦月在巨蟹座，新月在狮子座，发光吧。好，我们今天抽到的是这两张牌哦。好，第一张牌，下弦月在巨蟹座。那这一组的朋友哦，感觉上你们是一个个性上比较温和，然后很重视家庭以及感情生活的人哦。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啊，也许事业跟这个家庭，你们会以家庭为优先，并不是说你们不重视事业，而是我觉得这个家庭啊，或者是这个情感啊，会是你们的重心，会是你们的根哦。然后我觉得你们对于你所爱的人，对于你重视的家人，你们是非常愿意去付出的。然后有的时候也比较敏感，比较情绪化，你们很容易感受到身边的人的需要。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是一群直觉力，天生直觉力比较强的人。你们可能在一个场合中，也许都是一陌生人，你都不认识的人，你就可以感受到，你觉得谁是跟你合得来的，或是说谁是需要小心的去避免的，或者说这个人的能量上有什么问题哦，即使你们还没有开口跟他说话，你们就能够感受到这个人可能有一些不良的意图或是不良的动机哦。我觉得你们对于有些人对于一些声音啊、气味啊、颜色啊，或者是梦境啊，你们是很敏感的，或是说有一些特殊的直觉力的，那你们也蛮容易受到好像外在能量的影响啦。就是很多朋友抽到这一组，我觉得你们可能是比较有共感人，就是你们容易把别人的情绪当成是自己的，就是那个界限没有办法画得很清楚，所以你们有的时候真的需要喘口气，休息一下，特别是你需要一个人独处这种一个人的空间，你才能够去隔绝那些外在的一个干扰。然后我觉得你们其实是一个能够为身边的人带来幸福跟温暖的一组朋友，而且你们也是非常具有独特魅力的。那感觉上会觉得可能现在这个时间点啊，你们真的是需要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也许好一阵子你都是觉得体力透支了，你需要好好的睡一觉，或是好好的放松，好好的度假。有些朋友你是脑中有很多的思绪一直在打转，没有办法好好的平静，好好的休息。那感觉上宇宙也要告诉你们说，你真的要喘口气，从这些令你透支的人事物中缓和一下，休息一下。还有的时候你们个性啊，或是看起来啊，就是比较温润，比较柔和，有的时候好像难以拒绝别人接下了太多的要求，也会令你们负担就是超过自己所能够负荷的。所以这张牌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要给自己一点空间，就好像一个人来到这个清凉的湖水中、海边哦，然后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把那些脏污啊、那些不好的能量都洗净，还给自己一个纯粹的能量场哦。好，第二张牌是新月在狮子座。
这张牌啊，有好多的向日葵哦。这张牌告诉大家说，发光吧。我觉得宇宙其实有看到这一组朋友，你们本身有一个很好的特质，很好的潜质在里面哦。也就是说啊，我觉得当你们来到情绪比较平衡，然后比较健康的状态，其实你们是能够发挥这种光明、这种光亮，像狮子座的特质一样，它是百兽之王，很坚强、很可靠。有的时候有一点骄傲，可能你们有属于你们自己的韧性。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一定有你们特殊的特长或是才华。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本身这个外形是很好看的，散发出很多的魅力，就是很吸引人。然后我会觉得，你们其实不要去隐藏你们自己身上的光芒，因为宇宙就告诉你们说，你们要发光吧，而且看得出来，你们是一组对人真的是很真诚的人。如果有人愿意全心全意的相信你们，我觉得你们会很舍不得让对方失望。然后我觉得你们能够去读懂别人的情绪，能够去了解别人的痛苦。那有些朋友，你们如果说，在人际关系中比较动荡，或者说比较混乱的时期，你们可能就是有一些人啊，可能有一阵子你们会投入某一种，就是沉迷在某一种，可能是酒精啊，或者是游戏啊，或者是说，就是有一段比较迷茫跟虚无的时光吧。那个时候，就是当你们没有找到自己心中的力量，当你还不会去把自己身上的光芒发光发亮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迷失哦。但是你们的本质啊是很正直、很善良的。宇宙有看到，就是看到你们这样子的特质。我觉得你们蛮讨厌那种小人，或是说在别人背后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哦。有些朋友你可能会觉得你们一直以来坚守的信念以及坚持的这个善良，可能没有得到回报。比如说你在工作上，在事业上哦，你坚持你的理想，坚持你的原则，你守正道，可是你却发现，在感情上哦，有人是这种做了欺瞒的事、不道德的事情哦，或者是说，这种劈腿啊，可是为什么最后有好结果，然后反而是你们这种乖乖的，或者说，就是好像遵守这种善良的原则，可是却没有得到好结果。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内心会有一些拉扯。会有一些不满，可是你们就是光明磊落的一群哦。就算你们心中有这个对宇宙的生气跟不平衡，你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做那些很卑劣或者说比较小人的行径吧。我觉得你们就是应该说，我觉得你们的这种。你们很聪明，然后很有才华，所以你们不需要靠虚伪，不需要靠投机取巧去成功。那你们天生就是会发光的一群，但是有的时候啊，你们也容易受到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可能也时常的会感受到孤独。好，这个是属于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能量讯息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能量讯息有对应到你们的话，你就继续的听下去，来看一下你们的下一段恋情对你们用情至深的这个人他有什么特点哦。好，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雷诺曼牌哦。我们第一张抽到的是这个骑士哦。好，骑士，有点像是骑着白马来找你们的王子，白雪公主、白马王子。我觉得这个人的能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哦，就是他的外形外观是比较年轻的，能量上也是比较年轻的，然后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有朝气。然后我会觉得他可能身上是有女生的话，我觉得他身上是这种有曲线的；男生的话，我觉得会是属于那种比较健康的，就是看起来很有活力。有些朋友你们遇到这个人，他可能运动神经还不错哦。
他可能会就是有在健身，或者说有在跑步，有在训练自己的身体等等，或者是有在做瑜伽等等的，就是他的这个身形是还不错的。那我会觉得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对你蛮热情的人，就像是骑士一样。他想要把他的真心献给你，而且我觉得他会带来很多正向的好的情绪给你。其实这张牌带来的是很多的讯息跟很多的沟通，然后我会觉得你跟这个人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或是说在见面之前啊，你们会传大量的讯息。有的朋友你们可能一开始是透过网络认识的，你们就是传了很多很多的讯息，谈论彼此的一些信念、信仰，或者说理想、工作状态、兴趣爱好等等的，交换大量的讯息。那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那种同一个场合，比如说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工作领域认识的话，我也会觉得，你们其实在见面的时候，也许话没有那么多，反而是私下，你们就是会透过传讯的方式来了解彼此，然后你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沟通，很多很多的交流。我觉得你们是那个交流是很顺畅的，你们认识的时候，那个交流是可以谈得很开心，然后可以分享得很深入的，然后他带着他的热忱，然后年轻的心来找你。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哦。好，我们看到第二张牌，哇，第二张牌是我们的9号牌，是花束诶。雷诺曼的30号牌，它也是花束，它是百合花。那我们今天的9号啊，它的这个花束很漂亮，它是各种不同颜色的花，有没有看到？有大红色、粉红色、紫色跟黄色，各种不同的花的这种样式跟品种呈现在你们面前。我觉得这个人他非常的欣赏你，这张牌有很多欣赏跟祝福的意思，而且我觉得他可能会送你一个什么样子的礼物哦，他可能会送你花，或者是说送你一些他亲手做的东西来表达对你的这种爱意跟感谢。也有那种感谢的可能，因为我觉得有可能他一开始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会借由请你帮忙一些事情，或是请教一些事情哦，来作为拉近距离的一个管道。那他可能就是有个借口说，我请你吃个饭，或者是说我送你一个什么样子的礼物来作为感谢。然后我觉得这张牌一样呈现出一个意思是说，这个人真的很有魅力，很吸引人哦。我觉得他是那一种静静的在那边，他的话不一定会很多，就是他静静的在那边哦，就是感觉女生的话，我就觉得她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有气质，然后令人看了就觉得很舒服、很甜美的那种感觉。那如果是男孩子的话，我觉得他也是一个蛮绅士的，就是他不是那种很吵闹或者说很幼稚的感觉，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没有到说很老成，但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稳重，然后看起来就是有一点那种王子的气息，然后看上去就是很有礼貌的，很绅士的，很懂得礼节的，不会那种口出恶言，然后他跟你的那种用字啊对谈也都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就是你跟他相处起来会觉得这个人还蛮体贴的，你会想要进一步的跟他相处。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在他的这个生活圈中是属于有魅力的人哦。虽然话不多，可是很有魅力，有很多人默默的在关注他，他可能就是回眸一笑，就是很多人就会被他所迷倒，被他所倾倒，回眸一笑百媚生。
或者是说呢，他就是这种静静的、很认真的在做他的工作，在解决一些问题，那个样子就是非常的吸引人，非常的迷人。如果这是一个男生的话，我会觉得他穿衬衫、穿西装的样子非常的好看，就是会让你觉得很心动、心脏暴击的感觉。它就是它的外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整个的样子、整个的气质，我觉得会让很多人想要去接近他，很多人想要去跟他做朋友。好。接下来再看到第3张牌，我们的第3张牌它是一个占卜，一个占卜的手势。然后呢，它的桌面上摆的这个紫色的牌卡，它刚好呈现出的是一个十字哦，十字的一个形状哦。这张牌代表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对你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哦，十字架他是非常的认真，然后这个认真呢，会让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心理压力，就是说我觉得他一开始跟你认识的时候，因为他对你很认真，然后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自在，因为他会担心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去表现，应该要说什么样子的话哦，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对自己产生一些限制，就是我觉得一开始你认识的他的那个样子哦，可能并不是完全的100%真实的样子，因为他想要表现得更好给你看。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紧张会有一些手足无措，会有一些傻傻的或是很可爱的地方等等的，那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在意你们哦。他心中会给自己一些小小的这个限制，因为他希望表现得更好，就是限制或是说提醒要怎么样在你面前可以做得更好，然后让你更喜欢他等等的。那另外啊，这边出现的这个占卜啊，我会觉得其实你跟他的相遇啊，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你可能是没有预期的场合，它真的是有很多的因缘巧合所组成的，就是你们两个真的很有缘分哦，可能就是上辈子的因缘，上辈子未完成的缘分，要在这辈子继续哦，就是我觉得你不管去算命啊、算塔罗啊，或者是说你都不要算，你也都会得到相同的讯息，就是你今生就会跟这个人相遇，或者是说你们本身就会有一个直觉啦，自己因为你们就是一个很有直觉力的一群人，你们可能本身就有直觉哦，就会有感应说你就是会遇到这个人，然后他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要说什么特定的时间啊、特定的场合啊，我觉得这些牌并没有很明确的讯息，但是骑士这张牌，我觉得是快的，1年内你们会遇到。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这个人之前因为跟你有过姻缘，有过牵扯，可能他已经出现在你们的生命中了，而且他真的是，这个机会啊，不是特别去安排的，我觉得有点像是在你没有预期下，突然的就遇到了。可能你平常有在用什么交友软体，那你可能就是之前约了几个人都觉得不大顺利，你可能就是想要把这个软体删掉之前随便一滑，既然就遇见了你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那也有可能是在你工作上认识的，你一开始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可是因为因缘巧合，你们一起合作某一个专案之后呢，就突然发现对方原来有这么样令你觉得很惊喜的一面都有可能哦，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真命天子、真命天女，他真的是会在一个宇宙的牵引之下哦，你不用特别的去找，不用特别好像很费力的去找，他就会去呈现在你面前哦，而且你们是命中注定的，所以这个缘分也是一个躲不掉的缘分哦。好。
那我们的下一张牌是这个萤火虫，这一张牌啊，大家看到是从瓶子透明的玻璃瓶中飞出来的萤火虫。那萤火虫代表什么呢？萤火虫其实代表很珍贵、很珍惜的一个东西哦。那今天呢，这个人哦，他把他的很珍贵的这种萤火虫，它的能量，其实它原本是锁在瓶子里的，它原本是锁起来的，因为萤火虫啊，它是非常的挑环境跟挑那个水质的，它一定要在好像最干净的环境中才能生存，才能看到它在夜晚发光的那个身影哦，所以那个环境要很良好，无污染的。那我觉得今天呢，他遇到你的时候，他愿意把他心中的这种萤火虫这个光亮打开，释放出来。这个是他很珍惜的东西，我觉得他以前呢，可能都是不大愿意跟别人分享，或者是说，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找到他可以真心去谈天的人，他今天愿意把这么珍贵，他的能量，他会发光的这个萤火虫跟你分享，所以代表说，其实他真的很喜欢你。那萤火虫它无时无刻都在闪耀着，它想要去照亮你们，照亮你们的未来。而且萤火虫它是非常轻的，我觉得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他很轻柔，他很年轻，他很吸引力，而且他接近你的速度是很温柔、很轻柔的，他不会有很强烈的攻击性，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你们是慢慢的被他攻陷，慢慢的陷入，就是你们会对这个人，我觉得你们会喜欢这个人，你们会对他很走心，然后那个过程啊，并不是一个很强烈的进攻，或者说很强烈的这种拉扯的一个过程，而是就是像跌到棉花糖一样，就是很柔软、很放松的一个人哦。我觉得他很愿意为了你去牺牲奉献哦。他愿意在黑暗中顽强的闪耀他身上的光芒，他想要去点亮你，点亮你们的一个未来哦。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期待这一刻，期待很久了。他今天终于遇到他心中觉得是值得的人哦。我觉得他这个人呢，他爱上你的时候也是凭一个直觉，就是你们两个都是凭一个直觉吧，就是一个感觉，你们并不是现在头脑很理性的分析说，这个人的家世背景怎么样啊？这个人的身高啊，或者说，这个人的薪水啊，然后，个性啊，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遇到这个人之前，你们会有一些条件清单啊，可是其实你真正跟他遇到了，那个感觉对了，我觉得一切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会很喜欢他，而且你会陷入到这段爱情。这个人会把他生命中最好的东西都给你，而且他是很轻柔、很温柔的能量在接近你哦。他会用他的生命的光芒来守护你，跟守护这段感情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很美、很走心的一段感情。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动物的神谕卡。好，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一张是62号牌，海龟之灵哦，海龟之灵哦。那这个人给我的能量是一个，我觉得他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海龟，你们可能想说，觉得乌龟是很慢的。其实乌龟在海里面，它是游泳高手，它游泳的这个速度啊，甚至不会输给那种小型的渔船。所以其实海龟啊，你们不要觉得它是在慢吞吞的动物，它其实是很稳定的去赢得这个比赛，按照它的这个速度，龟兔赛跑嘛，最后赢的是乌龟。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他在感情上也是哦，他不会，一开始就是
很强烈的在你面前去展现他自己啊，可能花枝招展，或者是说要卖弄一些才华等等的。相反的，我觉得他就是用他的实力去赢得他的事业的成就跟赢得爱情。这个人是一个有实力的人，而且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夸张炫耀，或是很喜欢去那种抢第一名的人。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默默的在做事的人，而且他是非常受他身边的老板或是说他身边的同事所信赖，他是会把事情做好的人。这个人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人，而且他长久下来会成功。那我会觉得这个人啊，他本身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跟自己的一个信念哦，就像海龟一样，他们每次到了产卵的季节，都会从汪洋大海返回它的陆地的出生地进行交配跟繁殖嘛，那是一个很漫长的旅程，可是他们还是会坚持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习性就是会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本身有他自己坚持的理想，对于他选择的伴侣跟选择的职业都是哦。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人，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在工作上跟他的伴侣上，他是一个有选择权的人，可是他并不一定会去从事当下最热门或者说最赚钱的那个行业。我觉得他主要还是看他本身的个性哦，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职业要走的长远的话，一定要是符合他自己的个性的。就比如说，也许他的分数，考试的分数很高，可以选择最热门的科系，可是也许他会依照他自己内心最想要去选择的那个科系去做。科系去读，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他也可以在他的领域上做得很好。那我觉得选择伴侣上也是哦，他一旦认定了你，他一旦想要跟你在一起，他其实不大会去管外界的声音，或者是说去管说你们之前的经历。有些朋友，如果你过去在感情上是有受过伤，是有跌过跤，或者是说有一些历史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不会介意哦，他的爱，他对这个人的爱有他独特的评判方式，绝对不是用这种世俗的眼光，比如说，女生啊，什么年龄之后好像就是掉价，就没有价值，或者说男生啊，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经济啊，一定要有车有房，身高一定要多少，不然就是 loser。我觉得他不会这样子去看，他看的是一个人的本质，他看的是一个人的初心，而且最重要的是感觉，因为你们就是有累世姻缘的人啊，我觉得你们就是互相的会吸引。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条件去划分的，它最终就是要跟你做结合。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啊，因为他本身特质的关系，我觉得在他的人生的旅途上，很多人愿意帮他，他其实是蛮乐观、蛮正向的人。跌倒了之后，他会想办法再爬起来，所以这个人最后一定是会成功的。我觉得如果你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够久，你绝对可以看到他是一匹黑马，他是一个潜力股，他是一个有成长型思维的人，所以我觉得你们绝对可以看他一步一步的到达最后的那个目标跟终点。然后这张牌啊，海龟在游泳的时候，其实受到了很多这种洋流、顺流的力量的帮助。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其实蛮幸运的，他有的时候可能也因为他选对了领域，所以他其实做起事来不用很费劲。然后他本身也是很有才华的人，他是可以运用他的才华来获得成功的。我觉得在选择伴侣也是哦。你们可能遇到他的时候哦，有些朋友因为这个海龟，这个龟壳啊，看起来也是有一些历练了嘛，所以也许你们遇到他的时候，他也是有过一些感情的经历的，所以我觉得他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啊，因为这是他所选择的，他所爱的，他会非常的全心的投入，他不会好像把之前的感情
犯的错再次重蹈覆辙。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会去避免的。过去啊，他的感情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没有成功，然后他这一次会极力的避免。比如说，如果他过去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好好的维系感情，这一次呢，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就会花很多的时间跟你做有品质的沟通跟有品质的陪伴。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是一个会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人。好，我们第二张牌啊是青蛙哦，青蛙，然后这边有一个水晶球。我觉得你们遇到他的时候啊，那很像是这一种青蛙王子哦，需要你们的一个吻去解救他。也就是说啊，你可能在他人生中比较心灵上比较低潮的时候遇到他，然后我觉得他会想要跟你分享他各式各样的这种聊天，然后生活啊经历啊。而且你绝对可以在跟他的对谈中看到他是对生活有目标、有理想的，这个人的工作能力还不错，但是呢，他非常需要有一个人在他的心灵上可以安慰他、鼓励他，然后疗愈他哦。我觉得，他会喜欢你们，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可以疗愈他的心哦。比如说，你可以去，提醒他说，工作太忙的时候要休息，或者说你会去叮咛他一些事情哦。我觉得你们对他来说啊，就是他的这个心灵小贴布吧。他在你们之前，他没有遇到这么一个人可以去触动到他的心，没有让他觉得是一个他可以这么放心的呈现他自己，这么放心的说话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你们为他提供了一个避风港，然后他真的会因为他的心灵被你们疗愈了，他会放很多感情在跟你的相处上，他对这段感情用情很深。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如果你们组成家庭的话，他绝对是一个很顾家的人，他应该是一个蛮喜欢稳定的人，可能他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有规律性的，就是可能他的那个时间是比较固定的，或者是说他从事的工作啊，可能是像是这一种就是工程啊，或者说电脑，或者说医疗之类的，它是一个某一方面而言，它是可以预期，或者说可以掌控，可以用它的能力去解决跟控制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就是喜欢让生活安稳下来，然后让生活可以落地。那我觉得他在外人面前呈现出来都是一个很可靠，或者是说很上进、很有成就、很有企图心的人。我觉得他会想要追寻成功，但他并不是那种一下子可能就会红红火火、很火爆的人，因为有的时候好像冲很快，然后一下到达高点，但是却没有办法维持了很久。这个人他是我觉得缓慢上升的，而且它是往上了之后就不会再掉下来的，它的能量是这样稳定趋步，慢慢的缓慢的上升的能量。然后他的内心啊，有的时候比较没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你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要多多的注意。我觉得他可能过去在感情上有不好的经验，所以他其实很怕伴侣的不忠诚，或是说背叛。他很需要你们全心全意的去爱他。如果你们给他很多的爱，他回馈的绝对会更多。有些朋友会觉得你们在他稍微落难的时候，有点像是王子落难、公主落难。落难的时候遇到他，可能他的工作刚好遇到什么问题，或者说家庭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可能你们遇到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好像有一点点忧郁。虽然他外观就是给你感觉很有活力、很朝气，就是跟一般就是在外在呈现的那种形象。可是你深入跟他交谈，你碰到他的内心的时候，会觉得他有一种淡淡的忧郁哦。他其实内心一直有一些东西是被压抑下来的。可是如果你
跟他不够熟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看到他内心的这一块。你们慢慢的从这个陌生人到朋友、暧昧到情人之后啊，我觉得你就会越来越去理解他，越来越去好像去想要去秀秀他吧。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会想要把负能量倒给你的人，但是我觉得你们就是会自然而然的想要去疼爱这个人，或者是说想要去安慰这个人哦。然后我觉得你们给他很多心理上的支持，很多的安慰，他会非常的感谢你们，他会给你很多的爱作为回馈，他会有点像是我刚刚说的，他有什么他基本上都会给你。如果他现在经济基础不错，他可能就会给你很多金钱上的回报，或者是说呢，他会给你很多这种生活上，如果你们很想要有陪伴的话，我觉得他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陪伴你们。那这个人基本上他是一个热爱事业的人，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幸运的人，他是一个顺流的人，所以宇宙最后也会顺流的让他走向成功。因为有的时候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他需要运气，并不光光只是努力而已。但是宇宙绝对会给他这样子的运气，这个人在工作上会做得很好，很稳定，然后他很向往在他工作稳定下来的时候，可以有人去跟他共度一个家。而且我觉得你们出现的这个时间点蛮好的，因为当这个人很好，发光发热，然后或者是说到达某一个位置很有钱，或者是说外貌很好看的时候，其实接近他的人很多，他都搞不懂哪些人是真心，或者说哪些人只是因为他的外在条件而去接近他。而今天呢，你们是在他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好，比较有一点落难，或者说比较低潮的时候遇到他。这个时候我觉得因为他心灵蛮脆弱的，这个时候你们遇到他，他真的是会很去感谢你在这样子艰难的时刻对他不离不弃，而且他也确定了你们的真心，你们并不是因为他外在的那些东西而靠近，你们是真正的喜欢他。所以我觉得当这个人从青蛙变回王子之后，他绝对会给你超乎想象的回报。然后他也有一双眼睛，明亮的眼睛，代表说他有一个慧眼，他能够去看懂你的好。你可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去自在的做自己，我觉得他也会去包容。刚刚说过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有一些过去有一些黑历史，他其实都会愿意去包容的。我觉得这个人对于他自己的生活是蛮规律，然后就是一个自律的人，去严以律己，但是他对你是包容的，他不会用对自己的那一套来对你。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的交流起来是轻松的，尤其是两个人在这个私生活或者说下班的时候啊，那个闲暇时间，我觉得你们会聊很多天南地北的聊啊，有趣的事情啊，电影啊，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小事啊，或者说以前发生过学校的趣事，什么都会聊。在这样子的疗愈过程中，其实他会感觉到他跟你有非常多的精神的共鸣，你们可以互相的帮助，聊很多深度的深入的话题，然后可以解决彼此心中的一些焦虑，有点像是透过聊天就能够抒压，然后可以互相解开一些人生中的心结吧。有的时候是你引导他，有的时候是他引导你。我觉得某一方面，你们真的是在这样大量的讯息交换中他获得了很多疗愈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也是哦。好，我们再看下一张牌。哇，我们下一张牌是这个万兽之王，我们是这个狮子哦。这张牌很厉害的能量。所以我说啊，这个人他是一个最后一定会成功的人，而且他的成功啊，
我觉得他最后的成功，你看他一开始是这个海龟，最后是这个狮子，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能量上的蜕变跟转变哦，从这个比较温和的时期哦，经过一个蜕变，然后我觉得他会展现出他内在的光亮。还有他的那种很静，有可能是因为，也许他今天遭受的这个打击、这个落难哦，是会去动摇到他的一些根本哦。然后他为了要保护你跟保护他的这个事业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发挥出他万兽之王的本质，就是说，其实他本身不是那种就是一直都温温的，他内心其实是有这种狮子的这一面哦，只是他平常不想要拿这一面出来面对他身边的朋友，但是有需要的话，他还是会。我觉得最后他会成为某一方面的佼佼者，他会成为领导者，他会在那个领域中做得很好。我觉得你们绝对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发光发热，他绝对是一个很厉害的能量。他非常的勤奋，他非常的勤勉。他一开始可能是属于这种老板的帮手，或者说顾问，或者是说某一方面专业的技术的人士。到最后啊，我觉得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团队，他会组织自己的一个事业，他会发挥他所有的领导的才华、领导的才能出来。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人哦是有王者风范的，这个人很厉害哦。他不是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就是只有这个乌龟，只有这个我在汪洋中慢慢的游泳。好，他其实另外一面真的是会经过蜕变之后，你们会看到，而且我觉得你们会被这个万兽之王的模样第二次的吸引，就是好像又再一次坠入到爱河。原本这个样子哦，你就很喜欢了，然后他今天呢又变得这么的有魅力，这么的有霸气。我觉得你们会更加的欣赏，而且特别是我觉得这个人在工作上很专注投入的样子，真的非常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在财富上，我觉得他属于那种白手起家的人，他会自己想要拥有他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我觉得他最后啦，房子、车子那些该有的东西，他也会自己，就是凭着自己的力量，不管男生女生呢，我觉得他都会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拥有所谓一些物质的东西，而且这个人他绝对是往成功的方向去看的，而且既然出现这个狮子牌，代表说我觉得他在协调，或者说在跟人际上沟通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方法，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处事风格，他能够去很准确的找到所需要的资源，调度一些资源来达到他所想要去的那个成功哦，然后他就是会看上他的目标，直直的往前走。我觉得他是一个意志力很强、非常坚强、非常有毅力的人，而且他的能量给我感觉非常的积极。那也因为这样子积极的能量，我觉得他的生命中会有很多的贵人来帮他。这些贵人有可能是他的上级，也有可能是他的同事，或者说事业上的一些合作伙伴哦。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之后啊，就有点像是坐电梯一样，一路往上，一路通到最高层。我觉得他会让你们，或者说他会跟你们一起看到人生中不一样的风景啊。我觉得这个人他绝对是会有他自己的一片天地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我觉得绝对会让生活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精彩。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再帮大家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好，我们首先第一张牌是权杖侍者，权杖侍者，
我们这边是牡羊、射手、狮子，它有火象的一个能量，然后这边代表的行星是木星，是一个吉星哦。然后这一张牌啊，权杖侍者，我觉得如果要问时间的话，有可能你们会在春天的时候遇到这个人，春季哦。这个人啊，他有权杖侍者的能量，我觉得他是一个。他在工作上很有主见，是狮子嘛，然后也有他自己的一个处事风格，但是他在感情中哦，我觉得他是那种，很可爱的这种小淘气，或者是说，有一种狗狗的感觉，他对你很忠诚，就是你啊跟他说什么，他都会想办法去做到，或者说，有什么困难，他也会想办法去帮你解决哦。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伴侣，他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你跟他组织家庭的时候，他会自己把他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你不需要去叨念他，你不需要去担心他，你不需要去提醒他，而且他不大会去抱怨，就是怎么说，有一点任劳任怨吧。那有的朋友，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啊，他会对你很好，甚至有些朋友，我觉得有一点工具人的倾向，特别是在感情中哦，他会愿意去为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会为你做很多的这种牺牲嘛。可是对他来说，不觉得是牺牲，我觉得他会做得很快乐，就好像，我可以替我喜欢的人完成一件事情，或者说我可以去煮一桌他喜欢的菜，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好，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感情上，我真的是愿意去学习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权杖侍者嘛，可能他一开始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有一些技能还不会，但是呢，为了要跟你好好走下去，他真的会去学习哦，他会去因为这段感情去动脑筋的。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可爱的人，而且对你很忠诚，他会愿意为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会觉得跟他相处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可爱。他在感情中有非常多可爱的一面，然后他很需要你们的关注，对。他很需要你在感情中给他一些回馈，他在这个感情啊，在这种心灵层面，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是比较脆弱的，他很需要另外一半给他鼓励，给他支持，以及给他满满的爱，让他有一个心灵的后盾，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很重要。好，我们第二张牌呢是0号的愚者牌哦。这个愚者，哇，他穿的就很像小丑一样，蓬蓬的这个袖子，还有这个蓬蓬的像灯笼的灯笼裤这样子，然后鞋子还有尖头的，他背后好像有一个太阳。这张牌啊，愚者牌，海王星的牌，它代表的是一个直觉力哦，它代表的是一个追求理想。一样哦，我觉得这个人在感情中，他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也许他年纪比你小，或者是说，如果你们年纪是差不多的话呢，他也是一个，我觉得他的心态上是比较年轻的。有可能实际上他年纪比你大，可是他的心态上会觉得，很年轻，很可爱。然后塔罗牌的愚者牌啊，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豁免，就是说，如果拥有这一张牌的话，你们可以赢得一些好像额外的礼物跟奖赏一样，所以它是一张很大的王牌哦，代表说，我觉得你们遇到这个人哦，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好像是中乐透了，好像是中奖了，怎么条件这么好的一个人对我这么忠心，这么死心塌地，然后还就是愿意为我做很多事情，工具人这样子，我觉得你们会觉得哇，真的是不可置信啊！然后真的好像是就像愚者一样，要开始一段
冒险的旅程，就是你们要跟这个人进入一个全新的开始，然后觉得非常的兴奋。然后我会觉得他这边画他旁边的这个太阳，其实也代表了孩子的一个纯真。他对于感情、对于爱是有很多纯真跟纯洁的心，就是他喜欢你，他不带任何的批判去喜欢你，而且他很相信跟你在一起，跟你经历人生的这个风景起起伏伏，这一切都是美好的。这张牌啊，有水瓶座的这个能量哦，水瓶座有一种天马行空、各种闪电式的思想，然后同时也是非常义无反顾的一个人。就像愚者，他即使只带有一点点的这个行囊，但是他还是愿意往前走，然后无止境的去往那个未来他想望的那个地方前进哦。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你真的会感受到很多的希望，或者是说这个希望正是你带给他的，你就是他的那个太阳，他愿意为走向你。如果你们是有这种距离啊，或者说如果你们是有一些身份差、年龄差，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不会去很把这些当作是一个阻碍，而是我觉得他很自然的，就像愚者一样，他觉得如果有什么样子需要去调整、需要去改变，那就如果说你们是有距离的问题，他要想说，那可能他就是飞过去，不然就是你飞过来，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安排什么样子的时间点见面，或是要怎么样的调动，他不会一直去想那个困难的点，他想的是，如何去解决，如何让你们两个可以走得更顺。所以对于愚者来说，他其实是很积极、很乐观的。他当然也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啊，可能会有一些未知的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啊，因为可能在个性还没有摸熟之前，会不会相处会有一些磨合啊，会不会有一些问题啊？他当然也知道他不是傻子，可是他愿意去相信，他愿意用很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相信你们两个是可以克服的，你们两个是可以去解决的。好，接下来再看到下一张牌。哇，我们下一张牌是宝剑骑士。宝剑骑士是一个对他的国王，对他的这个主人啊，很忠诚的一个骑士，而且他是4个骑士中速度最快的。这张牌对应到的是双子座风象星座变动宫哦，然后他是一个机智多变的形象，然后行动很快。那如果是有一些职业的讯息的话，我觉得这边有这种律师啊，或者说警官啊，或者是说跟知识相关的知识分子啊、老师啊、顾问啊，或者是说医疗、法律方面的都有可能，或者说这个人他是那一种这种极限运动嘛，或者说探险家也有可能哦。就是如果职业相关的话，对应到这一张牌，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蛮有野心的人，对，他想要追求胜利跟成功。而且我觉得他的能量很强大，他充满了生气勃勃的能量。我必须说，有的时候好，当这个人他的能量蜕变到狮子的时候，王者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有一股脑向前冲的那个动力在。有的时候需要你们作为这个平衡，作为这种智轴吧，就是能量有的时候太冲太过，需要你们作为缓一缓哦，特别是指在工作上，因为我觉得你们是一个他信得过的人，然后你们说的话他会去听，所以你们能够去把他的能量达到一个互相的平衡，你们能够去控制他。那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自己目标跟方向的人哦，他不会轻易的去停留。有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他今天没有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种很潇洒、很浪子的情怀，他有一个魅力，也许
他没有遇到你，他就一个人啊去拼他的事业，就自由自在，不要结婚啊等等的。但是今天我觉得他遇到你，他今天有一个家庭之后啊，我觉得你们就是一个让他心里可以安定下来的能量。这个宝剑骑士这张牌啊，我会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人哦。再一次提到这个人很有魅力，而且我觉得他很有魅力的时刻，正是他专注的投入在他的工作，或是他投入某一项兴趣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样子哦，那个态度哦，就是非常的迷人呐，就是他也不用多说什么，也不用多做什么，那个样子就会让人觉得很陶醉、很沉迷，就是会吸引到很多人的眼神哦，就很像是一直想往他这边去靠近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在感情中会对你很忠诚，有点像是你就是他所想要守护的那个城堡，他会为你而战，他会为你们的家庭而努力。应该说，如果你在外面受到欺负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会替你挺身而出。不管这个人是男生女生，我觉得他是一个会勇于为他所爱的人去奋战，或者说去发声的人。他并不是那一种会害怕、会胆小，然后会怕事的人。他会勇敢的为他所爱的人去战斗。那在感情上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的交融交汇哦，真的是非常的有火花啦。就是你们的交谈哦，他说什么你觉得很好笑、很幽默，好像正中你的点，你可能就会捧腹大笑。你们的交谈的内容是互相可以引起对方的兴趣，你们的思想、你们的能量非常的般配，而且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哦，他其实也有非常多，除了年轻之外，我觉得他有一些躁动的心在里面，可能是因为遇到你们之后，那个心就是有一点浮躁，因为感情，因为喜欢你，他会愿意为你做很多事情。有的时候就是看他这样子。愿意为了你这样子努力，会觉得他真的是很可爱。然后你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安抚一下他的，有的时候就是要让他的那个怎么说，太过冲的那个脾气，你们要去安抚一下他，然后要去在他受伤的时候，或者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给他一些秀秀，对，他会需要这一种安慰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哇，这个超级华丽的穿着华服的女人哦。这个是金币9，金星在处女。哇哦，这一张牌代表说这个人的财富能量很棒哦，他的自信、他的自律会获得很大的一个财富，而且我觉得你们会在物质生活上过得还不错，甚至有一点点比你原来的生活是更加好的，甚至是有一点点奢侈的。我觉得你跟他会拥有很多物质上、感官上的体验，而且我觉得某一方面哦，这个人很吸引人，是因为他其实会把自己打理得很好，或者是说，他就是有这个生财能力、赚钱能力。其实有一些人哦，就是因为他的赚钱能力而靠近他，所以他可能就是在选择伴侣上，他就是会比较小心跟谨慎啦，因为他也许过去有一些不好的经验，别人是因为他的钱，或者说他的美貌而来的，他身上有很多良好的品质。那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啊，你们两个结合，你们两个组成家庭，这个就是一个丰收的象征，丰衣足食。除了丰衣足食之外，你们会有一些稍微奢侈的一些享受，而且很多的朋友，我觉得你跟他是可以达成一个你们财务上理想的这种目标，是可以实现财富自由的哦。
这个人啊，我觉得他蛮相信自己的直觉，就是他会觉得他自己看人的眼光是准的。那我觉得他在经济上对你是不需要去依赖的，他在情感上，他在心灵上是会依赖你，但是他经济上绝对是非常 OK、非常独立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去经历很多很多的快乐。有的时候要有一些快乐的体验，去度假，去旅游啊，或者说吃一些好的，但是那背后当然是需要很多的金钱作为支撑。那这个人呢，或者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确实是有这样子的底气，有这样子的金钱可以去体验、尝试各种感官方面的享受。而且我看到的是，你们两个都很愿意为了这段关系投入很多的时间跟很多的金钱，会愿意用很大的耐心跟爱心去呵护这一段感情。我觉得你们的感情会非常的欢乐，非常的开心。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就会觉得时间好像不够用，好像希望可以多多的陪伴在对方身边，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会对彼此有非常多的性的渴望，会有很多的冲动，很多的欲望，就是在晚上可以好好的互相的交流跟倾诉一番。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到我们的命运之轮呢，这个命运的女神在织着这个纺织机纺纱哦。好，她呢，她正在交织着你们两个人的命运哦。好，这是一个小天使哦。好，还有翅膀。这一张牌啊是摩羯座的牌哦，它呢，有一个关键的日期，就是一个12是这个木星的轨道周期12周年，所以有一个关键的数字就是12。有可能你们遇到的时候是跟12有关的，就是12月，或者是说呢每个月的12号，或者是说呢，你们遇到的那个地方啊，或者说他的车牌啊，或者是相遇的那个门牌地址啊，有12相关的数字。好，命运之轮出现在这边呢，代表说命运之轮它是不断的转动的，在这个转动的同时啊，它的守护星木星这个吉星在守护着你们所以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姻缘天注定，你们就是一见钟情，你们遇到了之后，两个人的命运之轮都开始转动，你们会因为遇见彼此，人生都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一个新的契机。你们相遇之后啊，彼此都为彼此迎来了人生新的转捩点。这个是你们转动命运很大的一个良机，天赐良缘。那命运之轮它是10号牌，它是2位数的头一个数字，就是9到10，第一个2位数。那它也代表的是，它在塔罗牌中代表的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循环中。所以我真的觉得你跟他的遇见就是一个命运式的邂逅，在感情上就是一见钟情，而且很快这个感情就升温，就谈论这种论及婚嫁。我觉得你跟他的命运的这种丝线啊，那个红线啊，其实是牵得很紧的，所以即使之前曾经断裂过，你们最后还是会聚首。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相遇啊，会为彼此带来很多的好运，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你就会觉得心情很好，因为心情很好，你做什么事情都情绪比较稳定，比较顺。同样的，这个人的心啊，也因为有了你的安慰，或者说有了你的照顾之后啊，他觉得他好像有一个安全气囊，我觉得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也会更加的顺利，会取得更大的一个进展，而且你们两个呢，会为彼此带来好运，你们两个的结合会为彼此带来很大的好运能量，而且这个好运能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是你
努力可以得到的，它真的是需要一个运势哦。就是如果你努力，你确实是可以达到某一个成绩跟成就，可是你需要达到大的胜利，很大的成就，它真的是需要上天去推你一把的。这个进展不是光靠你努力得到的，有点像是莫名其妙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让你们有人生的大跳跃阶级的一个翻转。你们两个的结合真的有这样子，好像整个能量喷发哦，就是整个人都焕然一新的感觉。这个命运之轮就是不断的在转，它带来很多的机会，所以你们千万要把握住这样子的机会。你跟这个人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修成正果，而且我觉得你们结合之后啊，会无形之中有很多贵人伸出援手来帮助你们。你们两个会因为爱得很深，因为爱得很甜，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身心灵会变得非常的平衡啦。过去一些压抑的不开心的情绪都被释放出来，我觉得你会因为这段感情愿意去敞开，愿意去释放，而且你本来可能不大愿意去跨出舒适圈或接受一些改变。我觉得因为你遇到这个人，因为你看到生命中这么多的好的变化，你也愿意就是自己在做一些更好更正向的改变，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也许啊，你愿意去尝试一些你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你愿意去为自己真正的做一些事情，可能为自己选择健康的饮食，为自己去运动，或者是说愿意去为自己选择自己真心热爱的那个职业。我觉得你们跟他在一起之后，那个能量会变得更健康、更迷人，然后更有魅力。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呢，是宝剑九哦。好，这边出现了宝剑九的能量，火星在双子，双子座又再一次出现了。这张牌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能量，它代表了尴尬、恐惧，还有一些不想要听的一个事情哦。我觉得如果说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现在心中有一个人，或者说你的前任哦，什么样子的能量在影响你的话，我觉得你们必须要去辨认哦，这个人是不是值得让你们这样子的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如此的烦心呢？因为我看到你们遇到的这个新人啊，宝剑九，他可能会因为你们没有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他的身上，他会很难过很伤心。有些人我觉得也许你心中还受到前任的一个影响，甚至也许你跟他在一起之后，某一部分的心还是留给你的前任，对他来说那个是一个极大的痛苦跟不开心，而且我看到他有很多默默承受的那个部分了，所以我觉得在跟他相处上，我觉得忠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还有真心的爱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也许有一些朋友你们没有这个前任的能量，可是你们在跟他相处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防卫心，没有办法完全的交出自己，或者是说他觉得就是好像做了很多都得不到你们的那个回应跟肯定的话，他也会很难过。所以呢，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你们给他这个反应回馈，或者说称赞，其实很重要，他很需要你们的称赞鼓励跟理解，他很需要你们的接纳。如果他没有在感情中得到这样子的支持跟理解的话，我觉得他有一点好像自己在做噩梦，自己在刺激自己，自己在陷入一个沉默的痛苦中。有些东西他不会去说出来，他反而会在内在自己跟自己去战斗，他不会跟你战斗。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人应该说他不会把他不开心的情绪发在你身上，某一方面应该说也是比较压抑啦，他会自己去好像跟自己生气，反而不是跟你生气，所以我觉得这张牌是一个提醒哦。
你们要把心放在这个人身上，有的时候要关注一下他的情绪哦，因为他有的时候都会给你呈现一些比较阳光，或者说比较愿意去付出的那一面，但是你们呢也要去关注他，不要把他的爱跟他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你必须要去理解他对你的好，是因为他爱你，并不是因为他本来就应该这么做，所以你跟他相处过程中，也许他的内心有一些状况哦，你们是需要去注意的。对，你们其实有很大的资质跟能力可以去疗愈这个人，所以我相信你们是可以做得到的，让他从这个宝剑九的噩梦中离开。好，我们接下来下一张牌，也是我们最后一张牌呢，是狮子座的牌。我又出现了一个狮子哦。好。太阳牌，万物之源哦，万物的这个本源哦，能量的来源哦，这张牌就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喜悦、幸福、快乐、繁荣的能量都出现在这边哦。我觉得这个人对你的爱呀，就是很单纯，他不需要有任何的隐瞒跟欺瞒的部分，就像这个出生的婴儿一样，他看待事情的眼光都是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自然，非常的纯真哦。而且他的脸上洋溢着很多的开心跟幸福，就是我觉得他真的会很喜欢你。就像我前面说，他有一些这种狗狗的能量，很忠诚的能量，软绵绵的能量，他很喜欢你们，很亲近你们。我觉得他有很多的财富，可是呢，我觉得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跟你的这个相处，那个是超过权力、超过财富的一个境界哦。我觉得你们这个感情好，才是他真正快乐的泉源，才是让他真正脸上会微笑、洋溢的幸福的那个来源哦。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如果感情进展得很顺你可以关注到他心理的状况，可以去疗愈他的话，其实你们真的可以去结合得很好，这段感情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感情，而且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去做一个约定，做一个承诺，你们可能会订婚，可能会结婚，然后最后我觉得你们两个都会有很棒的一个能量。如果是考试的话，也可能会金榜题名，或者是说在工作上飞黄腾达。那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你们会去这种充满阳光，或者是说这种海滩或者是什么样子，就是很明亮的地方哦，去旅游，去补充能量，去度蜜月。这张牌有很多纯洁、快乐、无忧无虑的能量。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其实真的不用去烦恼很多东西，就是好好的享受吧。好好的享受，其实各方面都是不用去担心的。这个人的体力很好，偷偷跟你们说，他体力很好，然后你们两个就是可以很缠绵悱恻，就是晚上的生活可以过得很愉快，然后他有很大的生命力，因为这个人就是一个年轻的能量，他是可以做体力活的，对。然后我觉得你们就是好好的去期待就好，这段感情基本上没有太多需要令人揪心的东西，没有太多需要令你担心的东西，反而是有很多在一起开心的享受的能量在。那只要你们多多去给这个人支持跟鼓励，及对他忠诚，给他爱，你们会得到超乎你所想的那个回报。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一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的下一段重要恋情，下一个对你们用情至深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有什么样子的特质哦？我们来盘点一下他的个人讯息。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哦。好，我们的这个月相神谕卡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哦。
下弦月在狮子座，还有金月在金牛座。第3张牌是满月在双鱼座，我们这边有狮子座、金牛座跟双鱼座的能量哦。好，那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啊，第1张牌就是叫你们放松一点哦，可能你们有点像是那个橡皮筋，然后拉得非常的紧绷哦，有的时候太紧绷是需要去放松一点，不然会觉得很疲乏。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习惯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逼得比较紧，有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钻牛角尖。其实你自己可能自己也知道，就是你会把自己逼得比较紧，某一个念头啊，就是在里面出不来。但是啊，你们又没有办法去不要想那么多，有的时候可能就在生活或者说感情上的某一个点，你们就是非常的坚持哦。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在工作或是生活或是说感情的某一方面，你自己是非常有原则，要求是很高的。比如说你在感情方面，也许你们会有一个清单哦，你会觉得说一定要符合我清单上的条件，你才愿意去接受。就是你们可能在感情上是不愿意去将就的。你可能觉得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适合的人，我也不需要委曲求全，就我不需要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谈恋爱而谈恋爱，我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啊，单身贵族也不错。有一些有一些朋友可能外人啊，你们的亲朋好友会认为说，你们的标准比较高，比较挑，但其实不是哦。我觉得是你们心中的那个清单啊，只要能够符合你的重要的那个大项，就是那个你们一定要有的特质，这个人必须要有。那其他方面，你们其实是没有说很坚持的，所以我觉得是，你们有你们的一个原则，你们有你们的一个标准哦。这个不是说标准高，而是我觉得你们就是心中有一个对于感情的理想哦。我觉得你们对于感情可能很想要那种全然的可以在这一段感情中感受到爱，你们不大希望好像镜子一样，如果有一点点裂痕，你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可能在感情中，你们要嘛就是全部都要，不要就是全部都不要。你不喜欢那一种好像要爱不爱，然后要静不静的感觉，你们很不喜欢这样子。你们可能就是喜欢一个在感情中互相的疼爱，互相的欣赏，这种完全的投入在感情中。那有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你可能过去啊有一些不自信哦，在感情里因为有一些不自信，或者是说呢你不明白自己的价值，因此啊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容易吸引那种能量吸血鬼或是自恋型人格的人哦。一开始可能他也对你很好很迷人，可是相处久了之后呢，他就会来有意无意的贬低你，或者是说让你在这段感情中都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就是没有很去善待你，没有很去让你明白你自己的价值，反而是去打压你。那这个源头啊，可能就是因为你们不理解你自己的价值所在，然后你去选了一个其实没有那么适合你的，说不定你是一个比较高能量上比较高的人，你去选了一个其实比较低频的人，所以他不够珍惜你，他看不懂你的好。但是这个本源这个源头啊，是来自于你们没有完全的接纳自己哦。有些朋友你真的是把自己放到一个，特别是在感情中啊，可能会把自己很容易因为不够自信，就把自己放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然后我们第3张牌是原谅这张牌是满月在双鱼座，这边有2只鱼哦。这张牌有非常多情绪，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三角形哦。我觉得你们要原谅，或者说心中有一些坎，目前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过去，而且它可能不是单一的事件。有的朋友可能是原生家庭，或者是说从小到大在学习的历程中，你们可能有过被霸凌或是不好的经验，就是这个可能有2件以上的事情，那个坎啊，你们是压在心里面的，然后这个
东西有的时候会不时的浮现在你们心头，在你们脑海中，有点像是啃食你们的心灵。那我觉得宇宙在这边呢，好像想要告诉第二组的朋友说，有的时候原谅并不是因为对方值得原谅，而是这个原谅就可以释放情绪了，你就不用把这么多的情绪能量去耗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你就可以专心的去爱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原谅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逼迫自己去原谅伤害我们的人，而是我们要对自己好一点。有时候原谅对方其实就是放下那个能量，不要再和对方有牵扯，这个也有助于你们去放松一点因为如果好像在感情中，或者是说在情绪上太过钻牛角尖，太过去想说为什么当时他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宇宙要给我这样子的安排的时候，其实你们也会就回到第一张牌，没有办法放松。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人他会给你们很好的一个体验，不论你们目前的状况是怎样，你可能觉得现在我自己好像在逆风而行，做很多事情都不对劲，你可能对宇宙有一点点生气，或者是对某一些人心中有一些报复的想法可是我看到在这一张牌中，这个水海水的流动，其实会把你们很多的悲伤、很多的不满、很多的生气，或者是想要报复的心情都冲淡，把那个怒火用水去缓和它，这个是宇宙会来帮助你们的力量，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而且接下来的这个人我觉得他会很爱你，他会很爱你，让你能够去原谅很多过去发生在你身上觉得不能够理解以及不是这么好的事情好，接下来这个人他会非常非常的疼爱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人的讯息如果你觉得上面的验证牌有对应到你们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听下去。好，来看一下这个人你看到这个蓝天使塔罗的第一张牌Grace and Gratitude。 好，这一张牌非常的漂亮，我自己觉得这个人呢，你们将要遇到的这个人，我觉得他很厉害，他非常的聪明这两个字母都是 G 开头的 ，G 开头这个 G 代表字母 G 是一个非常稳定、自给自足的能量，而且他会向内探索。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很聪明，而且他会去自我反思的人他的身上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去推动他。我觉得这个人在生活中，或者说在人生中，他会去完成一些重大的使命。他对于他的工作，他对于他的信念，他对于他的感情，都有某一种程度的坚持。这张牌代表说，我觉得你们接下来要遇到的这个人他有很多自信的能量，他有很多独立的能量，他有很多积极主动的能量，特别是这个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领导力的人这个 Grace 这个名字他的生命灵数是7，就是说这个人他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有一点神秘感，他跟普通人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在能量上很与众不同的人，在一群人当中你可以很容易的就看到他。刚刚说过他非常的聪明，然后他会去想很多的事情，他也有能力去解决很多的生活的困境。有些人你们遇到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些艺术上的气息，就是可能他的长相很有诗意，就是看起来就是艺术家的气息，或者是说这个人本身就真的会作词作曲写诗画画等等的。那他非常的高智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身上有很多很好的一个特质那这边呢还有一个就是上帝的恩典的意思，我觉得你跟他遇到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像是上帝派这个人来解救你
来帮助你离开这种乱七八糟的困境。他会对你很好，他会对你很慷慨，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个无条件的爱，他会非常非常的疼爱你们，而且这个疼爱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理解，非常多的包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2张牌 Forever in my light。哇哦，大家有看到吗？这个应该是什么粉红色的樱花树嘛？然后这边有白色的石阶哦，通往最高的地方哦。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啊，就感觉到有一个光照，有一个光照着你。这个人他会照你，这个人他会。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然后他可能也有一些资源跟人脉可以去帮助你哦。比如说你如果在转职啊，他也许在那个领域中有认识人，可以帮你推荐，可以帮你引荐，或者是说他可以去协助你看那个履历等等的，教你怎么面试啊。也有可能他就是自己开公司，你可以进入到他的公司工作。我觉得这个人很厉害。你好像在他的光里面被保护了，被包围了。然后这张牌还有一种在他的爱，在这份光明中，你可以去释放很多的愤怒，很多的沮丧。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心灵会感觉到很和平。也许本来生活中很像这种龙卷风啊，把你的心啊，然后把各种事情都吹得乱七八糟，但是它出现之后，这个光来临之后啊，我觉得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归位，都会到位，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跟你谈论一些比较深度思想话题的一个人。你曾经在生活中觉得你缺乏的、你匮乏的那一切，他会为你补满。而且我觉得在你跟他的相处，在你跟他的相识、相处、相知的这个过程中，你会重新发现，哇，原来你自己的灵魂这么的美丽哦！我觉得它会帮助你去发现你的美，而且它就是有一个会保护你，会关照你的能量哦。可能很多问题在你心中困扰了很久，对他来说，他只要轻轻的一个使力就能够去解决，就是对你来说很难的问题，对他来说可能很简单。有些人可能这个人他是电脑方面的长才，或者数学方面的长才，就是你啊，可能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你就是不会，都可以去问他。这个是生活上小细节的方面，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他可以解答你的一些心灵的疑难杂症，有点像是急救包吧。有一些有关于人生道理的部分，他可以去像一个灵性导师一样去领导你，然后去开导你，你就不会像以前一样钻牛角尖。而且他的这个爱啊，是无所不在，永远存在的。就算你们今天是远距离，就算你们在没有见面的时刻，你也可以在心里去感受到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爱是一个永恒的爱哦，他非常非常的想要去照顾你。我觉得他是宇宙派来的小天使要来爱你们的。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哦。Gateway， 哇，这一张牌非常的金碧辉煌哇哦，这边有一个这个圆形的这个拱门嘛，然后我们有每一阶一阶的这个彩色的玻璃的石阶，装饰的非常漂亮，还有很多的宝石在这边哦。好，看着这个图像啊，就觉得它好像要带领你们走向一个全新的金色的会发光的这个台阶上，它好像要带领你们到一个更高层次、更高阶的一个地方哦。我觉得你遇到它之后啊，你可以带着一个轻松的心情哦，去走这个石阶，这个宝石砌成的楼梯，很漂亮哦。我觉得它会给你很多不一样的物质上的体验，以及心灵上的丰富。那你可以跟他一起去看到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我会觉得这个人啊，他可能是
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的人，或者是说，如果他还是在年纪比较轻的阶段呢，他可能有一个很好的专业，或是说，他头脑非常的聪明，然后很会社交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你都不用担心，他会帮你处理好，而且他喜欢帮人家解决问题。那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稍微过得比较安逸一点，因为这个人他会觉得我能够帮别人解决问题哦，我会非常的有成就感，我能够去照顾我所爱的人，我会非常的开心哦。然后这个人有一点像是你们两个在人生的旅途中会一步一步的往上爬，然后最后真的会到达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哦。你看到这边。爬到了中间之后，已经脱离了地面，进入了天空，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无限的，会让你想不到的一个世界哦。那我觉得这个人是能量上非常豪华、非常厉害、非常壮阔的一个人。同时啊，今天他选择你作为他的另外一半，我觉得他对你评价也很高哦。他可能会很心疼你们过去的一些遭遇，他想要跟你携手共度接下来的人生，陪伴你接下来的岁月，因为他可能看到你目前在生活中非常的忙碌，然后我觉得他会喜欢你们，是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应该就是心底啊，算是会就是比较善良、比较柔软的吧。有些朋友你们可能会有捐钱的习惯，或者是说，你们会去做志工，做一些服饰，或者是说，你们平常就特别容易对一些新闻事件啊，比较。这种比较可怜，或者说一些灾难，你们会很难过，你们会感同身受。有的时候他就是被你们这一种善良的特质去打动哦，他真的很喜欢你，他就是要清除一切阻碍，然后让你跟他一起走在这个很华丽的宝石的这个楼梯上，一直通往你们生命中的一个巅峰哦。好。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跟这个人价值观会很相近，毕竟这个人的看人的眼光非常的准。我觉得他看到你灵魂最深处的地方，往你灵魂最深处去探寻哦。因为这个人在能量上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的生活圈啊，其实也可以遇到非常多条件很好的人。如果他是一个男孩子的话，我觉得他生活中可能有一些选择，就是这一种很漂亮的女生，在他生命中其实也不缺的。我觉得他今天爱你啊，很多时候他会觉得他爱你灵魂深处的那个美好，那个善良，因为他觉得好看的外表千篇一律，但是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你们不仅有趣，你们可以让他很开心，让他很放松，而且他就是很喜欢你这样子单纯的一个特质哦。我觉得你在他的爱的这个光的包围下，你们不会去害怕，你们可以去释放这种心中很深处的不安全感。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会觉得很舒服、很自在，好像认识很久了。那这个人呢，他能够去倾听你，不管是开心的、难过的、黑暗的，他能够去包容。我觉得他是一个你会想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跟他相处的人。这个人的能量哦，具有成熟的能量。如果你们今天遇到了争吵不和，或者是需要磨合的地方，他都会用比较成熟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去跟你相处。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啊，你们的相处、你们的相遇哦，你们这个在一起的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非常有温度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我们的第一张牌是国王牌。好，在一片花圃，在一片花园中，其他的花朵都是这种小小的、矮矮的，可是这一朵花呢，开得特别的鲜艳，特别的红，特别的高，所以它是一个有跟人家不一样、与众不同能量的一个人哦。
国王牌这张牌啊是牡羊座，牡羊座是12星座之首，他非常的勇敢，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有野心。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在工作上有很劲、有冲劲的人，因为牡羊座的守护星是火星，他是一个战神，他非常的英勇好战，他会透过竞争来获得他所想要的一切。代表说，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勇猛的，他比较无所畏惧的，他想要做什么就去做，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他非常的勇敢，他非常的积极，而且他很可能是一个手上握有权柄的人，他可能在这个社经定位上是很高的，可能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官职，或者是说呢，他的公司啊是一个大公司，大家都听过那个很厉害的公司，也有可能这个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哦，你去 Google 都 Google 到他的名字，那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有实力的人，就是他今天得到这个位置，并不是他空降而来，或者是说他背后啊有人去牵线，让他可以去做这个位置。我觉得他是凭他自己的实力稳扎稳打的能量才可以去当这个国王的位置。这个人呢，他在感情相处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比较喜欢去主导的人。他因为他是国王嘛，他是紫微坐命，他其实有一点需要人家去捧他，需要跟他说好听话。当然，他对你也是非常非常的爱的，他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我觉得如果她是女孩子的话，她会有一种像是姐姐、御姐一样的感觉，蛮厉害的一个女生哦，工作能力也不错，她可能也会去。有的时候对你也是蛮慷慨、蛮大方的，他也愿意去支持你、协助你。我觉得这个人呢，在他的生命中可能遇到过不止一次的挫折、跌倒跟困难，或者是说被小人打击、被赶出自己创立的公司都有可能。可是他的意志力是非常顽强的，他会一步一步的去想办法反败为胜，而且我觉得他会不断的想说要怎么样让自己取得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他想要去掌权，对，这个人是一个有权力欲望的人，而且他真的是克服了很多事情才走到某一个很高的位置，然后因为这个位置啊，我觉得他也获得了一些财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名利双收的感觉，他有实权，然后这个权也为他带来了很大的财富。那对他来说啊，我觉得你们的能量就有点像是比较单纯，比较未经世事吧。也许你们两个在年纪上是有一些差的，或者说在生活历练上是有一些差别的。我会觉得这个人的能量比你成熟，他可能年纪上比你大，他会觉得说，他走过的路，他可以去告诉你，可以去分析给你听，让你不用跟他一样去跌倒，或者是说他会给你一些保护，他会觉得说你好像误入丛林的小白兔，他需要跟你去分析一些道理，或者是说他有的时候会觉得，你们讲话比较直接哦，也许会遭受到一些小人的攻击，也许他会去给你做一些提点呢。我会觉得他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跟很多很多的资源。这个人他很有心，而且他也很有实力。也许你们觉得今天在人生中啊，好像有什么样子很巨大的困难，我觉得对他来说啊，因为那些路他都走过了，那些跤他都跌过了，所以他可以很轻松的替你去解决各种生活啊、事业啊，或是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个问题。那国王这张牌啊，他就只配一个皇后，所以他对你非常的忠诚。我觉得他选定你了之后，他就是只要你今生非你不娶，非你不嫁，就是他就是其他人都入不了他的眼。一旦他认定你之后，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在你们两个真正的认识、真正的交谈之前，他可能会先去打听你的消息，或者是说呢，从你的朋友啊、生活圈去了解你。如果你们是在网络认识的话，我觉得他会去看你的社群媒体，看得非常仔细，你以前所po的照片啊，然后用 Google 来搜寻你，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然后你的文章啊发了什么样子的讯息，就是他会想要了解各式各样的你，以前的你是怎么样子呢？他会去考古等等的，然后我觉得他跟你相处的时候，
跟你相遇的时候，他内心会有一个呼唤，就是认定你就是要这个人。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你跟他可能在生活圈或者是说社经地位那个背景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别的哦。我觉得这个人的家境实力各一方面都还不错。那有些朋友，如果你们家庭本身啊也是有实力，也是很优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会稍微再比你更好一些，整个状况。那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也许不是在同一个圈层，不是在同一个生活圈的人，所以他要跟你在一起，也许会受到身旁家人的一些反对，或者说觉得一些疑惑，你为什么要去选一个跟你可能生活圈不大一样，或者说领域不大一样的一个人哦？可是今天他心里啊，就是有一个很原始的声音，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就是这个人了，我就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哦，有点像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突然的发现你，你突然的走进他的生命中，你就去把他的心给占据了。国王他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能量，我觉得他会给你满满的一个安全感，而且这个人他会想要走传统的模式，他会想要跟你结婚，然后他会想要繁衍他的后代。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张牌哦，我们有这个宝剑七，月亮在水瓶。好，我们这张牌是月亮牌，这两张牌非常有意思哦。宝剑七有一点不按牌理出牌的感觉，那月亮在这边有一些双鱼座的能量，有的时候比较多变，想很多，比较忧郁，有很多水的一个元素哦。我觉得这个人他很特别的是哦，他是国王，但是他有一些这种怪怪的小脾气，但是你们也有。我在这边要说的是，他能够去包容你们一些怪怪的小缺点，还有一些这种好像任性啊、傲娇啊，或者是说比较硬脾气，就是一些可能你在上一段恋情中会被骂，或者说被嫌弃的部分，我觉得他是可以去包容你，甚至是觉得你很可爱的。那你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点子，或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做法跟想法，像这个宝剑嘛，哈，其他6支宝剑都是这样直直的走，偏偏呢，你们就是要走的歪七扭八的。你们可能在人生的道路选择上也是很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自己女孩子的话，可能觉得我不是那种传统要侍奉公婆的女生啊，我自己也会想要有自己的一番天地啊，或者是说我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不要这么的福音传统，或者是说你在跟人相处上常常会神来一笔，就是突然来一些金句。那就这个人而言呢，他会很喜欢你这种特质，他会很去欣赏你一些这种独特的一个面貌。那月亮牌在这边它象征的是各种潜意识的活动，有的时候象征在就是象征说你心里可能深处有一个比较情绪起伏比较大的地方跟不安全感。有的时候你们越幸福的时候，就会去想说，会不会在我很幸福的时刻，会有什么不好的事物会来临，会不会有不幸降临？所以有的朋友，你们其实下意识的不敢让自己太幸福哦，有些朋友会有这样子的特质，但是这个人今天来到你生命中，他其实会去包容你各式各样的想法。有的时候你们情绪起伏比较大可能上一秒笑得很开心，然后下一秒心情就很淡，然后这个情绪起伏可能也跟月亮的阴晴圆缺有关哦。可是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会让你自由的去奔驰，自由的去想，或者说自由的去发现那些情绪。他不会觉得你很怪，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黑暗不好的念头，或者是说怎么会这么的无厘头，这么多很神奇的想法。我觉得不会，他就是会去欣赏你，就像欣赏一个跟他不一样的物种一样，他会去欣赏你，他会去包容你，然后就算你个性中有一些这种善变情绪化，然后他也会觉得这是两个人相处上的一个情趣啦，就是他会觉得你偶尔任性偶尔闹小脾气都是很可爱的。我觉得他会完完全全的接纳你跟包容你，你就可以
这种本色演出，呈现出真实的自己哦。你们不用做太多的改变，我觉得他给你的包容度是很大的，那个空间度是很大的，他就是不会把你关在一个小小的鸟笼或是小小的房间，它可以给你一片很大片的沙滩，你可以尽情的去奔跑，都不会碰壁。它给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度在这边哦，好，很棒的一个人哦，而且他又有王者的气质，我觉得他会是一个领导者，他可能在感情中比较想要去主导哦。那如果你们是那种就是遇到这样子的人，然后如果你们也不想要太累的话，我觉得他会帮你把很多事情都做好，你可以过得比较安逸。但是尽量不要跟这个人起争执，因为我觉得他会，因为他其实本身也蛮聪明的，他会觉得很多事情啊，他可以比你们想的更远一点。你们可能是走到1的时候，他就可以走到100了，所以也许他会觉得他的方式是对的，或者说他的方式是对你们两个关系中比较好的，他会出于善意来去引导这样子的关系哦。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张牌，我们是这个天蝎座的死神牌哦。死神牌在这边有一个华丽的转身，绝美重生哦。这个人他是一个自尊心很高的人，像天蝎座一样，然后上面又是紫微坐命，他就是自尊心很高嘛，他面子。他就是很要面子啦，你不大能够去批评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他本身的这个气质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他脑袋也很聪明，他能够去掌握人心，洞悉人心，他会有很敏锐的观察力，他会去观察你说，你需要什么，然后适时的提供你安慰或者是协助等等。他很深沉，然后也很热情，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人的城府有一点深哦。在工作上他是有城府的人，但是呢，在感情上这个城府啊，这个心机啊，我觉得会是好的事情，因为他就会替你多想一点，多做一点，他不会去摆烂，他会去善用他的小心机来让这段感情可以营运的更加的顺利。那抽到这个死神牌啊，我会觉得你跟他相遇的时机是在什么时候呢？可能在面临你生命中某一个转变，某一个终结之后重生的时刻，你可能在经历了某一些你觉得是人生中不可抗拒的力量，你会觉得上帝怎么把我的一扇门关起来了呢？它可能是一段关系，一个工作，或者是说一个情绪，或者是说某一个你过去一直执着的旧有的观念，好像你必须要去跟他说告别，然后你不能够再去掌握那些你觉得很熟悉的东西，很有安全感的东西。有些朋友你们可能必须要离开某一个舒适圈，你可能转换了工作跑道，或者是说你重新去进修，或者说你去搬家等等的，或者是你完成了人生中什么重要的里程碑，被推向了生命中下一个阶段，可能结束了一段感情，或者是说从某个情绪脱离的时候，你会跟他遇到。而且死神牌啊，死亡过后就是重生，你们会像火凤凰一样重生。可能目前的你们呢，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迎来新生，有些朋友可能还在这个隧道的洞口中徘徊，还有一点半死不活的状态，还有一点好像还没有被扶上岸。我觉得这个人他会丢一个救生圈给你，然后大力的将你们拉上岸，就是也许你还在海面上载浮载沉哦，然后也许心中还会有一些那个痛，那个伤痕还在啃食着你。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们不用再一个人很奋力的跟这个世界对抗，然后把自己弄得浑身是伤，你也不用对这个世界感到不安全、恐惧，想要逃避。我觉得这个人出现之后啊，就是为你迎来生命中的一个曙光。那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更像是你自己先蜕变之后，你自己先有力量之后呢，这个人再来拉你一把，帮你们的生命啊往更高阶的这个阶梯哦，然后更高更光明的地方迈进。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正在一个人生比较低潮比较沉潜的时期哦，我觉得宇宙并不是要
要来让你觉得浑身不舒服，并不是要来刺激你，或者说并不是要来让你很煎熬。相反的，这一段时间是一个准备期，是一个酝酿期，因为接下来你们会有一个这个蜕变，在这样子的蜕变的过程，或是蜕变完之后，你就会遇到这个深深爱你的人。所谓的蜕变，就是也许你在感情中，你不再去很失衡的付出，你会允许别人来爱你自己，或者是说呢，你不再在做决策上反反复复，你们下定决心要去全力以赴，在一段感情、一个事业，或者说生活的信念上。我觉得你跟这个人的结合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善缘，你们不是孽缘。他并不是因为你很耀眼而爱你，而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相处的配合的很好。我觉得有些人选择一段感情是因为那个人身上有非常多的优点，他想要跟他在一起之后，好像自己也有了那些优点，好像跟一个会发光的人在一起，他自己也会发光。可是我觉得你们今天呢，结合在一起，两个人都可以去发光，两个人都不会去灭彼此的光，没有说谁强谁弱。虽然这个人在能量上是很强的、很厉害的，但是要知道你们在感情里绝对是平等的，你们可以去共享那个幸福的连结，你们可以去共享重生之后的那个喜悦。我觉得你跟他非常的投缘，你们可以成为好朋友，也可以成为好伙伴，你们有一种很深的那种知己的能量我觉得你可以去疗愈这个人每次战斗下来的那个心灵，你会给他鼓励，你会给他安慰，但同时他也会帮你去解决生命中很多的难题，他也可以在你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去接住你，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会配合的非常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张牌，它也是这个国王，它是权杖国王。权杖国王一样，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独立，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对，他刚刚开牌就有说，他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去成就一些事情，他是要去推翻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人很不简单，很厉害。他有领袖特质，他有一些出众的想法，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而且权杖国王代表说他执行力很强，他很有魅力，然后也蛮有权威感的。这张牌是一张狮子座的牌，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火蜥蜴它紧紧的好像卷住了一根白色的这个权杖这个权杖是直接插入地面的，展现出他的一个王者的气势这个人的意志力很强，就是他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他就会把他的权杖然后插在土壤中，插得很深，其他人都不能来动摇他，他可以去守护他心中所想要去追寻的那个权杖，上面开满了各种烟火。这个人呢，我觉得他会努力的兼顾他生命中的方方面面。这个烟火不止一丛，有很多的这个灿烂的烟火，所以我觉得他在感情中也是非常的认真，他对你很认真，他不是那一种虽然他事业心很强，但他并不是那种只顾事业，然后就是把你晾在那边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一个希望自己可以去兼顾的人，而且他希望他来到你生命中是可以给你带来好的影响的人。刚刚说过死神牌在这边嘛，我觉得他很多时候可以去拯救你离开一些不好的能量，然后用权杖国王这些光明的能量，然后让你去看见人生其实是有新的机会、新的改变跟新的选择的。有些朋友我觉得你在遇到他的时候是非常不经意的，你可能就有点像是比较小的，就有点像是你可能去今天上班上学的时候，你突然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线，然后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因为这个时间点不同，你们往后的那个时空遇到的人就会有一些变化，你可能因此就跟他牵上线，或者是说有些朋友你们会也许你过去是那种比较排斥相亲的，然后你现在突然愿意去敞开心胸，去试试看你以前
不愿意尝试的事情，或是有些朋友，如果你之前都是自助旅行，偶尔去参加一次旅行团，也许就在旅行团中遇见他，那也有可能你们重新回学校进修，或者说你们在学校认识了这个人哦，就是我觉得他是在你们生命中啊，你愿意去尝试一些你之前不愿意尝试的事情，或者是去接受一些邀约，可能去参加一些团体，这种心灵上的，或者是说灵修上的团体，然后你会透过某一种牵引，某一个引力跟这个人认识。好，我觉得这个人呢，他遇到你之后啊，他会给你很多的光明，很多的爱，让你扭转一些信念。所以在这边的死神，我觉得他有两个层次的转变。第一个是你在生命转折的转捩点，或者是说你愿意去放下一段过去的关系、一个信念的时候，你遇到这个人。第二个意涵就是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会再有一次的蜕变，它会让你的身心灵好像重新被洗涤过一样，你会愿意去转念，你愿意去爱自己，全然的去接纳你自己。所以这边呢有2个阶段的死后重生哦，它是一个我觉得会让你们的能量上有一个大跃进的感觉。这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中，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暖暖包，它就是一场及时雨，它会让你干枯的心灵久旱逢甘霖。我觉得它会让你洗刷掉很多对于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以及对于宇宙的那种埋怨啊、不公平的感觉，你们都会被放下。我觉得你们心中啊，取而代之的是会被这个人的爱所充满。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张牌哦，是圣杯9蒲公英哦。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人啊，其实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就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圣杯9啊，是塔罗牌中的愿望牌，它好像你过去许的这个愿望啊，就成真了，就是出现在你眼前，跟你心中理想完完全全一样的那个人，我觉得你们会非常的欢欣，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快乐，然后你会想要把这个快乐跟别人分享，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这段恋情啊，是会受到公众的祝福的。刚刚说过，少部分的朋友，你们今天遇到这个人，他可能是公众人物，或者是说，他的人缘很好，有很多朋友，我觉得他可能就会在他的社群媒体上标注你，然后会有非常多的人，在下面留言，给你们送上祝福等等的。我觉得跟他在一起之后啊，你可能心中会有非常多的快乐，非常多的灵感，然后在这个生命啊，因为这张牌是水发展到极致，它是木星在双鱼座，木星是一个很大的吉星，代表说你们的情绪上不会再像月亮一样可能起伏很大，或是有很多比较幽暗忧伤的部分。我觉得你们情绪上会被很多的快乐，很多的喜悦充满，不是那种苦恋啊，不是那一种你需要去很焦灼的恋情。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放松，你会很信任这一个人。那另外啊，在这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涵哦，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蒲公英啊，有代表一个就是自由自在、随遇而安，还有这种无尽的诱惑的感觉。这个代表什么呢？我觉得你们一开始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害怕。这个害怕在于，你觉得这个人条件实在太好了，然后这么的有魅力，你很喜欢他，他也很喜欢你，你觉得很好，可是你又有一点害怕说，你能够去完完全全的掌握住这个人吗？因为这个人的外表可能给你感觉有一点浪子，或者说女生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他非常的有魅力，他会不会还在跟其他人来往等等的，你会觉得说，就像蒲公英的这个花卉，它会被风吹散一样，会不会你许的这个愿望，你现在看似美好的恋情，这个爱情没有办法牢牢的被留住呢？那其实这边啊，就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你们确实遇到这个人会好到觉得不可置信，好到觉得这真的是宇宙要给我的礼物吗？太好了，我不敢接受。
其实你们可以去接受，因为你们的两个人缘分非常的深。虽然这个人看起来有一点放荡不羁，可能过去他在感情中啊比较随性，但是我觉得他遇到你之后啊，他是想要着入的，他是想要定下来的。因为大家要注意哦，其实白色的蒲公英啊，它有一个意涵，就是永不止息的爱。不同颜色的蒲公英有不同的意涵。那今天白色的蒲公英，它同时的意涵就是永不止息的爱，它对你的爱是不会停止的。虽然它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就像蒲公英一样浪迹天涯，但其实它很爱你，它会愿意为你在这里生根，在这里定下来，他会想要跟你去有实体的稳固的家。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哦，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人的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不是那么好亲近，或者是说他也许是某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那个职业啊，可能是那种医生律师啊，然后或者是那种很高阶的工程师，你会觉得这个人的条件很好，我跟他在一起之后，会不会他身边有很多的诱惑，我没有办法去掌握他？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宇宙告诉你说，这个人啊，他真的是很吸引人，举手投足都是自信，都是那种吸引人的风采，然后都是很潇洒的能量。但是呢，因为你是他的灵魂伴侣，其实你对他来说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很有或魅力的，你很迷惑他。我觉得他会很爱你，因为你让他很心动，就是有各种千军万马都拉不住他，他就是想要奔向你。而且这段感情啊，是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他奔赴向你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也会给他这种源源不绝的爱。虽然你一开始有点害怕他这么的有魅力，害怕他可能有很多选择，害怕他会不会不是你能够去掌握的住的人。可是我觉得你们真正跨过了这个心理的坎，真正爱上了之后呢，你不会去后悔这个决定，因为这个爱最后会有很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我觉得你们虽然心里有这种两股力量在拉扯，但是我觉得你最后还是不得不去爱他，因为你们就是无法自拔的会去陷入到这个人的能量中，陷入到这个人魅力无穷的一个能量中。大家要相信他并不是你们抓不住的人，他是跟你一直会走下去那个生命中的唯一，所以大家不要去抵抗这样子的能量哦。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一些比较浪漫的部分哦。好，第一张牌28号跟18号 calling back。我们第一张牌啊是 harmony， 就像这个音乐中的和声一样，配合得很好。这个在说什么呢？这个在说你们的身心灵特别是这个身体啊，配合得非常好。这个女生呢，她在看镜子，可是她看的不是自己她看到镜子背后，哇，有一个男孩子也正在看着她然后到底要做什么？穿得这么的性感，我觉得你们两个啊，会在身心灵上都配合得很好。他不是一个只有跟你做思想交流的人，他也会想要跟你有这种情欲上各种欢愉，鱼水之欢我觉得这个人刚刚说过，他是一个有野心、有竞争力的人。同样的，我觉得在这个情趣上，在这个鱼水之欢上，他一样，我觉得他会很求表现，或是他想要他会想要使出浑身解数让你开心，他会因此觉得很有成就感。有的时候会觉得他有一点点幼稚，不过其实也很可爱的。他会很努力的去表现，让你们达到这种身心灵的满足跟愉悦，还有欢畅。因为他很在意对方给他的反馈，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这种性爱上也是很努力求表现的一个人，你们会配合得很好。那第二张牌就是有一种一次还要一次，欲走还留我要去上班了，可是又舍不得
你的这种魅力，好想要再留下来，再跟你再一次的温存。这个女孩啊，她手上拿着一男一女的2个娃娃，然后她坐在一片花园中，在她家的院子中，她在等待。这边好像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嘛，他应该是刚刚完事，然后他要出去上班了，所以他在往反方向骑走，远离他。但是他心里啊，又一直的好想要去召唤他回来，再一次的温存，再一次的共度春宵。所以我觉得你们2个的能量是非常的缠绵悱恻哦，欲走还留，就是那种难分难舍的感觉。这种情绪啊，这种春心荡漾的感觉，整个就是涌上台面哦。好，都可以感觉到他的心哦，在扑通扑通的跳，很想要去扑向你的感觉。哇，这个人真的是对你非常的热情哦，他会用他的热情，这种激烈的爱跟碰撞来表达出他真的很喜欢你，就是你看到他身体的反应就知道，因为这个是最直接的，不能够去骗人的，他真的很爱你们，好吗？好，接下来啊，再看一下我们最后的神谕卡咯。好，我们第一张是 Compassion。 好， Compassion 这一张牌啊，我会觉得他是一个能够去关怀你的人，就是他能够去理解你，而且除了理解，除了感同身受之外，他还想要去帮助你去排除这个痛苦。大家都有听过那个同理或是同情嘛，就是你能够知道对方的情绪，对方的状况，或者是说你能够同理他，能够感同身受，就知道说你为什么会感到有压力，为什么会感到伤心。可是今天这个 compassion 这个关怀啊，它不只能够知道你，不只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会因为这个情况，这个人说这样子的话而感到难过，感到伤心。除此之外，他还想要去帮助你解决你人生中的问题，去排解这个情绪跟痛苦。所以他是一个有实际行动力的人哦。这边一样哦，有非常多的爱情的能量在里面哦，满满的爱心，就是心啊为你而跳动。上面有一只蜻蜓啊，好像掉了一个月亮，它自己掉了一个丝线，这个白色的线哦，然后给你们送来一个下弦月，它代表了修正、调整、放下、净化以及重生。所以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他会给你很多观念上的启发，你会放下一种过往执着的旧有的观念，你就是会被他的爱满满的包围，而且带来一种净化跟迎接新生的一个能量哦。它是会给你实际上的一个关怀跟帮助，他会去在意你的一些生活中的痛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在情绪上是非常的有包容力，而且会实质的去替你排忧解难。这个人真的非常的不错耶。好，最后一张牌呢是显化。显化在这边啊，我觉得有2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宇宙派来去帮助你，然后有点像是你之前梦想清单、愿望清单上的那个人，活灵活现的显化在你面前。而且我觉得宇宙还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就是宇宙呢有一点点调皮啦，除了你显化清单上的一些特质，它还加了一些你原先意想不到的一些特质，让你们相处起来会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激情。就是我觉得它会充满一种情趣跟就是小打小闹的这种互相斗嘴的能量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们结合之后啊，你们就是要一起去走这个显化的道路哦。你们会在彼此的人生的这个路途中一起去寻求，一起去探索，也许是寻求某一个真理，或者是说你会帮助这个人去建立一番他所谓的事业。我觉得你们2个会
从物质的丰盛之后啊，再迈向心灵的一个平静。最终呢，我觉得你们在这个心情上，在这个灵性上，会是非常非常的和谐哦。去到一个现在看起来也许是很遥远的地方，也许是你觉得不可能到达的一个彼岸，可是你们两个手牵着手走下去，这个路哦，其实说远也不远，我觉得你们会到达一个梦想之地，我觉得会是一个对于人生啊很完满的一个境界哦，不管是身心灵也好，还是健康方面，以及这个物质上都是非常丰盛的一个成就。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结合啊，有很大的帮助这个世界的能量。也许你们两个所建立的这个事业体系，也许你们两个的这个结合会使这个宇宙这个地球啊，很多人都能够去受益。这个受益可能是实质上的一个帮助，也可能是能量上的一个帮助。所以你们两个的结合是必然的结合。宇宙送这个人，送这个奇迹，送这个恩典到你生命中，其实也是要你们去显化更多的美好呈现以及回馈，这种善的循环再到宇宙中。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解牌有对应到你们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二组的好运能量。那我们就祝福你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个对你们用情至深的这一个人哦。我们来盘点一下他的个人讯息，以及你们相遇相处的一个状况，还有可能会在什么时间点遇到这个人。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的验证牌哦。好，我们的月相神谕卡来看一下。上弦月在天蝎座，好，下弦月在处女座，留意细节。第三张牌也是上弦月在，你们出现两张处女座的牌哦，好，一张天蝎座的牌，好，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在小的时候，就是从小啊，你们就有一种成熟小大人的感觉，在童年的时候就比其他同龄的孩子成熟很多哦。你们可能很多时候都能够明白大人言语或是背后那个真实的意图，就是不容易被大人哄或是骗。那有的时候啊，你们的情感，我觉得你们是属于情感比较丰富，然后比较内敛也比较敏感的一群人。你们的责任心蛮强的，然后你们不但喜欢受到人家那种很严格的管束，或者是说控管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是很有自己想法的一群人。那我觉得你们身上还带有一种淡淡的书香的气质。你们在还没有遇到对的人之前我觉得你们会很努力的去显化自己的事业，显化自己的梦想。那你们有的时候会就是想要透过别人对你的喜欢，别人对你的注目来去肯定自己啦。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想要把自己打扮得很好看，很漂亮，或者是说呢在事业上，在工作上去弄一个很好听的头衔名称，就是你会想要把自己的外在都打理得很好，然后你希望从别人的眼中去看到你的一个价值，希望呢透过别人的喜欢来让你自己也去喜欢自己，就是有一点像是别人给你肯定之后，你也肯定自己。你们有时候会用一些比较华丽的外表，或是说才华，或是金钱来掩饰自己内在比较不安跟脆弱，心灵脆弱的一个部分哦。那你们的条件我觉得应该也是还不错的。但是很矛盾的是，你把你自己打理得很好，确实也吸引到了蛮多人，可是你们心里又非常渴望的一个其实是无条件的爱。你其实很
很想要去怎么说呢？很想要去找的一个人，是他不看你的外在的条件，就是他对你的爱是不是因为那些外在的有形的东西而爱你，而他爱的是真实的你。就是有一天当你老了、丑了、没钱了、生病了等等的，他还是会对你不离不弃。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们很想要把自己打理得很好，然后用这个来吸引别人，让自己好像更加的有自信，但是一方面你又想要去找到一个不是这么在乎这些外在的人。好，希望找到一个全心全意爱你的人。然后我觉得你们在感情上其实会去评估哦，你想要找到性格或是观念比较契合的人。如果你觉得没有达到你的标准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啊，就不要勉强的去凑合。那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在一段感情开始之前，可能会考虑比较多。举个例子哦，可能这个人如果是独子，或者是说他家是有很多那种姐妹的，你们会可能考虑会不会有这种小姑的问题，或者是说有没有传宗接代，会不会很麻烦，你们会想比较多。但是呢，当你们真的爱上一个人，真的进入到一段关系，真的投入这个心力在这一段关系之后，你们容易把对方理想化，就是会觉得对方都很好。那如果你在面对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很想要去找出一个原因，找出一个理由，找出一个答案。那你们通常也是会去反省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不好，或者说为什么对方离开我，你们会想要找到一个可以去说服自己的理由之后，你才愿意，或者说才能够继续前进吧。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目前对于感情的想法有点像是你不大想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哦，你就是想要找到一个忠诚的人，而且能够珍惜彼此的人。如果那些人他只是想要玩一玩，或者说也没有确定要不要进入一段感情，就算他很吸引你，就算他条件很好，我觉得你们也不会想要跟他浪费时间。你们其实内心是渴望有安全感，很平静的一个生活。那你们如果遇到就是磁场跟你很合的人，或者说跟你有相同兴趣的人，我觉得你会非常愉快。然后在感情上啊，我觉得那一种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的，就是很能够很做自己，然后又可以把生活过得很精彩的那种人，可能会非常的吸引你们。那如果是没感觉的对象来追求你，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敬谢不敏，就不希望对方来扰乱你的生活。然后释放你的障碍，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绝对在人生中经过了一次，或者说不止一次的蜕变，浴火重生。在这样子的转变过程中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的痛苦，然后你们也不断的好像在摸索你自己的人生的方向。那最终我觉得你们去跨越了人生中的阻碍，然后你前一个阶段人生的所有的累积都将成为下一个阶段的钻石哦。我觉得你们在生命中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之后更加的可以去接纳自己的特质，接纳自己的个性，而且你愿意去拥抱自己的这种特质，去活出只有你才能够活出的那个样子。我觉得这个时候的你们可能比较想要一种自由，精神世界的自由，然后你们其实可以去跟自己相处比较长的时间，你们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在好像不服务于你的那些人事物，或者是说环境中。我觉得你们的心境好像有一个跨越，之前可能在人生中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这个转变我觉得是比较往好的方向去转，就是你们可能在工作环境中找到了新工作，或者是说呢你们通过了什么样子的资格考试，或者说读书的朋友你们取得了好成绩，然后可以去好学校的 offer， 或者是说你们毕业了等等的，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些转变，这个转变是来自于你过去人生中的累积，然后你更加的走到自己想要走的一个方向，然后确认你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哦。那我看到的是你们释放了障碍，心情会
慢慢的和平下来，稳定下来。我觉得你们接下来遇到的这个人哦，很可能是在你们一切都好像把自己打理的还不错的时候遇到他。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会先把自己整理好理顺，然后可能经济啊、学业呀，或者说各方面，就是你们会把自己准备好，各方面都到位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会遇到这个人。这个人应该也是，就是这个很爱你的人啊，应该也是一个跟你们能量频率相符的人，就是你们是一种强强联手的能量，感觉上。好，那以上呢是第3组朋友你们的一个验证牌哦。那如果你觉得这个验证牌有符合到你目前的一个讯息，或者说你听起来比较有感触的话，我们就继续来解牌，继续来听下去哦。好，接下来看一下这个蓝天使的神谕卡哦。我们第1张牌哦是这个天使的歌声哦。好。这一张牌很漂亮哦，在森林的小径中有这种光芒的五彩缤纷的道路，通往一个好像更加无垠、更加宽广的路径，一个神秘之地，寻幽访胜。这张牌代表什么呢？我觉得很可能第一个讯息是，我觉得这个人声音很好听哦，他可能唱歌很好听，或者是说起话来就让你觉得很安心、很沉稳，让你的耳朵都会怀孕哦。这个人可能声音是很好听的，然后你们可能光是听他说话，还没有见面的时候，你就会爱上这个人。那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像是天使安排给你的，让他来到你生命中，陪你度过人生中的下半场，或人生中接下来未来的日子。这个是天使唱着歌给你们的一个礼物跟祝福。好，下一张牌是一个这个新的世界的感觉，这边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是理想，有一种乌托邦的感觉。好，那全新的一个希望，我觉得这个人给你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希望，他可能会让你脱离某一种泥淖，某一种沼泽，让你觉得我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不单单只有感情上的一个变化，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会朝好的方向转变。我觉得他会有一种往上拉升的能量，让你觉得整个人生跟他在一起之后，好像更加的期待，更加的有希望。好，很棒的2张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人的其他讯息哦。好，首先这个动物的神谕卡，第1张牌是这个海豚的灵魂哦，这边有灵魂伴侣的讯息，还有这个蚂蚁，有2只蚂蚁哦，正在搬运他们的食物哦。这一张牌是这个内在的这个核心哦，坚硬的一个核心哦。好，首先呢，我觉得这边呢，海豚哦，海豚是一个智商很高的哺乳类的动物哦，然后它非常的温和友善，也很活泼好动。那海豚呢，它一样是透过这个声音，因为在海中很暗嘛，它们不是透过视觉或者是说嗅觉来辨认，它是透过声音，透过这种回声，然后来传达讯息哦。所以我觉得再一次验证说，这个人他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会让你融化的感觉。好，他可能会对着你唱情歌，或者是对着你说情话，你很喜欢听他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人本身蛮聪明的，智商很高，然后学习力很快，他也是一个有灵性的人，我觉得他的内在内涵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我觉得在感情上他也是一个很注重感觉的，他也是想要找他的灵魂伴侣，他想要找他心中的那个唯一。好，那今天呢，我们还出现了蚂蚁之灵哦，然后这一张牌很特别的是有两只蚂蚁哦，它们有不同的头饰，可能是一个公的一个母的这样子，然后他们正在协同合作去完成人生中的拼图。那蚂蚁啊，它
有两种哦，一种蚂蚁是每天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在搬运食物，然后另外一种蚂蚁啊，你看似它好像都懒懒的都不动，但是其实啊，它是在研究，它是在好像侦测那个环境，所以有一天呢，如果说整个蚂蚁的族群的遇到了那个组织遇到了食物危机之后，那个平常看起来懒懒的什么都不动的蚂蚁，它就会突然起身领导大家。带领大家去他们之前就侦查好的食物的那个所在地，所以他其实是动脑筋的。然后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是比较实作方面的，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也有这种配合的很好。一个人可能擅长动脑发号施令，或是说组织，然后很会学习，很会分析，然后另外一个人他的是执行力非常的强哦，然后可以去实际的做一些事情。也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人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头脑特别好，他在做事之前会定一些详细的计划。他是一个很出色的思想家，他能够在事物还没有发展之前就透彻的看到这些事物的利弊，然后他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计划以及备案啊，备案1、备案2、备案3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人比较像是他哦，他是那种策划者、组织者的角色。然后也许你们是那一种，在两个人协同合作，在两个人建立一个家庭之后，你们就是跟着他走，或者是说，他会告诉你应该要怎么走，你们去执行。我觉得比较像是这样子的能量。然后这一张牌哦，这个人他是一个内在很坚强的人，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保护欲的人哦。我觉得他跟你啊，其实你跟他在一起了之后，你会感受到情绪非常的稳定。可能如果你们之前一直对这个世界，或者说在感情上容易有不安全感，或者说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都感到怀疑，那我觉得你遇到他之后，他一开口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整个心情都会稳定下来，他会有一个疗愈感哦。你跟他透过交谈，或者是说交换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们很多的价值观都是相符的，或者说谈论很多话题都可以搭上线，并且你希望跟这个人有进一步的讨论，你会想要去钻研他的一个内在，他的内在是一个很坚强，然后有强大力量的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他蛮有智慧的。如果这一组你们是喜欢那种有深度的人，我觉得这个人非常的有深度，尤其是他的这个知识，他的智力哦，我觉得你们会非常吸引他。他的头脑很性感，就是听他说话，他不光声音好听，听他说话就觉得哇，这个人的头脑真的很性感，你会很令你折服，而且他的内在是一个蛮强大的一个人。另外我觉得这个人的这个观察力可能也是蛮敏锐的，就是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会去记住一些你的小事情，就像蚂蚁一样，它可以找到很小的那个食物。我觉得它会去记住一些你的这种小细节，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要不要加葱啊，或者说喜欢吃什么样口味的食物啊，然后它会去偷偷的给你惊喜，去达成你的一些愿望跟梦想。你可以在这样子相处的过程中，实际的感受到幸福。然后海豚它是一个很温和的动物，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大喜欢争论的人。你跟他相处起来会觉得很安稳、很稳定，然后不大会有很多的吵架的地方哦。然后我觉得他会用他敏锐的观察力来为这段感情去提供很多的服务。对，我觉得他是会对喜欢的人用心的人。他不一定是会讲非常多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我觉得他行动上一定会有到位的。好，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哦。我们的第一张牌权杖皇后，然后权杖2，两张火象的牌，金币4哦，这个人的占有欲很强哦。圣杯国王，圣杯骑士，所以他的星盘中土象
土象、火象跟水象都有。好，那权杖牌组这边啊，牡羊、狮子跟射手哦。权杖皇后是水跟火的一个结合哦，它由水元素产生欲望，然后再由火元素去推动。我觉得这一组，就是如果在听牌的人是女生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呐，其实对于感情很忠诚，然后有的时候是这种比较不拘小节的，在你们不是那么特别在意的地方，你们可能就是很直率、很爽朗，然后不拘小节。有的时候有一些迷迷糊糊的，但是我觉得你们是那一种具有强大包容力的人。然后我觉得你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特质，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发现哦？这一组牌的朋友，如果听牌者是女生的话，我觉得你们有那一种，可能小辣椒，或者是说，虽然脾气有点硬，有点傲娇，可是就是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很多人都想要靠近你。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本身是有强大的资源跟强大的力量的，就是你们可能已经在人生或者说在学业上有一些基础了，你都把你的学习啊各方面都完备了，或者说如果你们已经出社会了，你自己也有能力去买房买车，或者说自己已经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等等的，我觉得你们是有强大力量的人，然后你们的心地不错，你们不但会运用你们身上强大的力量去伤害别人。那这边权杖2啊，这个火星在牧羊哦，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很相信自己眼光非常的好。今天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觉得哇，他真的是中奖了，他很喜欢你，而且他会用这种全心全意的方式去争取你，就是不管我们今天是被追求还是去追求人，我会觉得追求人的那一方他会很全心全意的去追求，就是对这段感情展开追求。那如果是被追求的那个人的话，我觉得他也不会说很扭捏作态，他会去就是释放讯息，或者说他会去做球。我觉得这个人在感情中如果喜欢他，其实是蛮直接的啦，然后他也会很努力的去争取他真心所爱的人。权杖2呢，它还有一个合作的意思，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呢，就像前面那张蚂蚁之灵，你们两个之间会合作的蛮好的。然后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边有一个远行跟旅游的能量，你们可能会进行这种比较长时间的旅游，或者是说呢，你们会有那种3天2夜，时间比较短，但是次数比较多，在这样子旅行跟远行的过程中，你们其实可以去看见真实的彼此，然后确定要一起走下去。就是我觉得你们会有很多实际上一起生活的机会，不单单只是那种几个小时啊、约会啊、看电影、吃饭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个人本身哦，他是一个蛮懂得要怎么去讨你欢心的人。就是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不经意的一个体贴，或者是说可能就是看到你打喷嚏了，地上卫生纸，或者是说包包太重了，他会帮你拿，或者是说他在吃饭的时候会特别准备那个自己的环保筷，也会帮你准备一份。就是有的时候在生活中这一种不经意的体贴中，你可以去感受到那个幸福。我觉得你们会感受到温暖，然后感受到这个人其实是很愿意付出的，你会知道这个人他很愿意去支持你，然后你也可以从他的眼神中去看到，哇，这个人他是非常欣赏我，非常喜欢我的。那金币4啊，这边有土象的一个能量，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对你是有占有欲的，太阳在摩羯哦，那他没有办法忍受失去你，
他很喜欢用他实质的这个行动来表达对你的关心或是在乎。比如说他有很多钱，他就用钱去砸你，或者是说他很会煮饭，他会做好吃的东西送给你，或者是说他会照顾你的生活细节等等的。而且这个人很棒的是，我觉得他有一个爱屋及乌的能量，就是他不只照顾你还照顾你身边的家人朋友。可能你生日的时候，他会送一个什么样子的蛋糕到你的公司，然后不止你可以吃，你同事都可以分到一点，或者是说他会帮你跟你的家人准备一些特别的小礼物。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那有些朋友我觉得他的爱很实际因为这边有摩羯座的能量嘛，他可能会去温馨接送你上下班，或者是说你在生活上遇到什么大麻烦，他帮你处理解决那些烂摊子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重视你的人，他愿意跟你好像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跟你一起同行，不论是悲欢也好，不论是甘苦也好，他都愿意跟你一起去品尝。我觉得他是一个占有欲很强，满眼都是你的人。那也只有这样子的人才配得上你们全部的爱，因为你们的爱也是很真诚的。这个人呢，他的行动绝对是到位的，他会给你很踏实的安心感。比起那一些耳边的山盟海誓，我觉得这个人更在意的是你们实际上有没有被关怀到。你可以从日常的相处中的那个真情真意去感受到他对你的爱，而且是一种非你不可独一无二的偏爱。这一张牌金币4真的是一个偏爱。很多时候他对你的好不是因为你要求他，或者是说你命令他去做，而是因为他觉得你值得，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去做。所以你们不用开口这个人就会去在日常生活中给你很多的感动。然后这边我们有2张圣杯的牌一张是骑士，一张是国王这边有巨蟹、天蝎跟双鱼的能量那圣杯代表说他的情商蛮高的，或是说我觉得他跟你有很多情感上的交流。他在结婚之后他会以家庭为重。如果你们有家庭有小孩的人，这个人绝对是一个这种好爸爸好妈妈然后他会给他的家人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如果是男生的话，我觉得他是那种新好男人，会赚钱养家，然后也会做家事的那一种。然后圣杯国王这边有成熟的暖男社经地位可能还不错如果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她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就是如果你们在听牌的是男生朋友，我觉得如果是异性恋的话，你们遇到这个女生她本身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想法。那这边呢还有出现骑士牌，骑士牌它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情人然后我觉得他对你的爱是非常的直接的。那从骑士到国王，我会觉得他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一开始真的就是爱上了，无法自拔。然后也因为他想要给你，或者说给你们的关系更加稳定更加好的一个相处模式，我觉得他很多时候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沉稳，更加的去做决定之前会去多多思考一下，说出口之前话会先去思考一下，这样子会不会伤到你，因为他不想要在感情中去做下一些让他自己后悔的决定。我觉得这个人会因为你而变得更好更温柔。他本来就是一个蛮温柔的人，可是我觉得遇到你之后他想要让自己更加的进化。他是一个在感情中，在这种伴侣关系中容易让你感到安全以及温暖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会倾听的人。那他为什么会喜欢你呢？我觉得从对应的能量上来看他也认为你们就是他的一个
好像上天给他的一个礼物，而且他会觉得在跟你约会，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你们也懂得回馈，就是这个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并不是说只有他一头热，只有他付出。我觉得他也确实的在相处的过程中感受到你们的回应跟回馈。而且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哦，他刚刚说过他蛮聪明的哦，就是他会发现，跟你谈话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领域，可能比较小众的领域，跟你讲话，你即使不懂，你也能够去抓住那个概念，或是你可以去延伸，你可以去接话。他觉得内心很震动、很震撼哦，就是他跟你交谈的时候，也许他会发现，你跟他的价值观、感情观非常的一致，非常的惊讶，然后他会发现你能够去理解他的想法，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你，他会觉得，跟你真的是很有话聊，很能够聊在一块，很能够相处在一块。然后我觉得他也有一个想要带领这一段关系哦，让彼此能够一起在这个世界探索，一起前进，一起变得更好的一个能量。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你们绝对可以感受到他对你的那个特别的爱，特别的偏爱。这个人呢，他会让你有一个很想要跟他结婚，或者说你遇到他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相处很久，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娶可以嫁，而且真的你就是看到这个人就想要定下来，因为他身上确实有一个温柔而强大的能量。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大会用比较负向的方式去沟通，你们吵架，你们不开心都会有自己排解的一个方式，特别是我觉得他会在你情绪很低落，或者说你身体上不舒服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强大的港湾，强大的安慰，然后他会做一些让你很感动的事，你可能会因为他的这些体贴哦，会把你惹哭，就是你们会哭，可是是因为太幸福而哭。我觉得这个人，特别是在你生命中比较低潮的时候，你特别能够感受到那个疗愈感，你特别觉得自己很需要他，而且他会在你需要他的时候陪伴在你身边，他可以让你感受到，你不是孤单的，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人陪你的，你不用自己去面对很多生命中艰难或不堪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蛮贴心的人，常常有一些举动会让你好感动哦。那这边呢，国王跟皇后的能量都出现了，我会觉得你跟他可能就是在能量上跟外形上非常的搭，可能郎才女貌，或者是说你们就是神仙眷侣。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属于在自己的人生中，对于事业、对于梦想有自己想要去追寻的一番天地，或者是一番成就。你们两个都是在人生道路上，会想要往前走的人，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强强联手的能量哦。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做很多的事情，一起旅行，然后一起在生活中去创造属于你们的美好。当然这当中也是会有一些碰撞，有一些别扭，可是我觉得你们都会因为很爱彼此而和好。然后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点反差萌的部分是，这边这个人有国王成熟稳重的能量，可是他也有这个骑士比较冲动、比较不稳定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他在面对你的时候，真的有点像一个孩子，他会表现得很直接，很爱你。那当然他在对外对公领域，或者说在工作上，可以看到他很认真、很稳重的一面。然后我觉得你的外形是他非常欣赏的，而且你们有一点那种美而不自知的感觉，就是你们本身很有魅力，可是不会用这个魅力好像就是装模作样，或者说用这个魅力来去打压其他人，来很骄傲。我觉得他特别就是喜欢你，就觉得说，你明明就这么好，可是你又比较内敛不张扬，他就觉得这样子的人实在太难得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比较浪漫的牌卡哦。好，这一张牌 Discovery 探索
还有这个 power 力量哦。这张牌你们两个就是深情相望，互相探索彼此的身体哦。好，然后这边有磁铁，还有2个碗在这里哦。你们有没有可能是那一种，哇，见面的时候就是先试一下合不合，先探索一下彼此的身体，觉得很合了之后，更加的确定，因为性关系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嘛。探索之后觉得，这样子的结合很满意，然后愿意跟这个人走下去。有可能刚刚说过，你们不是会一起去旅行吗？有可能就是在旅行的时候，你们也互相的探索彼此的身体。哇，你们的这个性关系、亲密关系是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带劲的，不是这种要死不活的。你们两个哦，我觉得没有那种进攻跟被动，就是没有那种主动跟被动，好像一个人进攻，一个人被进攻，而是2个人都是势均力敌的能量，2个人都可以节奏配合的很好。就是一进一退，然后一退一进，都是互相会交换的。我觉得你们2个人可以，好像是在打一场仗吧，然后是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可以让你觉得很欢畅淋漓，跟这个人在一起，跟这个人一起进行鱼水之欢，会让你觉得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力量，很令人兴奋的这个力量跟频率哦。好，那我们再来呢，帮大家看一下你们相遇的可能的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的牌卡。好，首先第一张牌是9哦，数字9很重要，可能是9天之后就相遇了，或者是9个礼拜，也有可能呢这个9啊，它是关于他的生命灵数，或者是说他的生日中有9哦。接下来这一张牌是 Wednesday， 好，有可能你们是这个礼拜3见面，或者是说，你在礼拜3的时候跟这个人在网络上相遇，或者是说跟他展开第一次深入的交谈。好。下一张牌是数字3，所以这张牌更快哦，可能3天之后就遇到了。如果是3天的话，这个人会不会是一个旧人回归，或是3个礼拜、1个月之内就很快就会遇到这个人？有可能你们现在已经在网络上有认识，但是还没有实体的见面，可能你们现在就在约说什么时候要见面哦，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之前的一个旧人然后你们最近会联系上，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一组牌你们的这个能量很快，也就是当这个人要来的时候，就是挡也挡不住。你之前可能觉得说宇宙怎么还没有把对的人送到我的身边呢？但是真的他要来的时候，那个速度那个能量会非常的快。你会感到一切都很顺遂，天时地利人和，整个转变会非常的快，非常的顺利，就是说属于你爱情的时机，我觉得很快很快就要到来了。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宇宙给这一组朋友，或者说关于你们的关系还有什么额外的讯息跟提点哦。好 ，Ponder。Reconnect, regret。第一张牌是这种思考沉思琢磨的感觉，然后这张牌它画的是一个水池，然后水池中有3条金鱼，两条前面这2条是金鱼宝宝，后面那一条是比较大的，可能是金鱼的爸爸或是妈妈。然后他们的这个水池非常的美，有小桥流水在不远处还有3只白鸽，所以都是3只金鱼，还有3只白鸽，一个是在水里游的，一个是在天上飞的。好，我觉得这个能量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或者说他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会仔细的思考，仔细的衡量这个人
究竟要不要跟他发展长久的关系。而且我觉得你们仔细思考思索之后采取的步骤，很可能是觉得这个人很 OK 啊，你们是可以以结婚为前提作为交往的。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家的意象，可能你们会有你们的后代，你们的小孩。我觉得你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强烈感受到，如果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应该会是一个顾家的好妈妈、好妻子、好老婆，或者说他是一个好先生、好太太。我觉得他会有一个让你想要跟他成家，或者说他就是让你有那种安心感，想要跟他定下来。我觉得他身上会有这样子稳定的能量哦。然后下2张牌我觉得很特别哦，因为这个是后悔跟再次的连结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可能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哦，他是你们的一个旧人哦。所以如果是旧人的话，这2张牌的意思我觉得有点像是他跟你分开之后，跟你断联之后，他觉得后悔了，他想要重新的跟你连结，重新的把你抓回到他的生命中。他觉得他不能够失去你，他会发现说原来之前他错过的你才是他最想要去珍惜的。可是那个时候可能太年轻，或者说在感情上太冲动，不懂得如何好好的表达自己，或者说他当时的状况不好，他觉得他还没有经济能力、经济基础，还没有把自己各方面都强备起来，没有办法去展开一段感情。而现在他觉得可以了，他很想要跟你重新的连结，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如果你没有这种旧人，就是母胎单身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很有可能是你之前在前世有过连结的人哦。所以今生他要跟你再一次的进行灵魂上跟能量上的对接，还有连结，你们要一起长出漂亮的新芽，然后吸引非常多的蝴蝶向你们靠近，共谱一段美丽浪漫的恋曲。然后后悔呢，我会觉得他可能遇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他怎么不能早一点遇到你，好可惜，他之前怎么在不对的人身上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或者说他怎么没有赶快处理好一段感情，或者说一个关系哦。他觉得有点像是他认识你之后跟你深入的交谈了解，或者说包含身体上的探索之后，他就觉得应该要更早一点认识你，人生就不会走那么多冤枉路。或者是说他觉得如果他更早一点找到你，你们就不会孤单那么久了。他想要更早一点去保护你，更早一点去牵起你的手，让你在这个世界，让你在人生中孤单的时间可以少一点，他陪你的时间可以长一点。所以这边呢有这个有点可惜，有点后悔的能量在里面。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3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如果今天的解牌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能量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领取好运，领取第3组的好运能量。好期待跟这个人的相遇哦，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